女孩心惊胆战，从地上捡起发霉的窝窝头，转身递给团缩在角落的姐姐，随后又硬着头皮看着大快朵颐的奶奶。奶，我和姐姐还没有吃饭，我们能煮点稀粥喝吗？你当我是地主啊？你们两个赔钱货，吃饭的点到处跑，活该吃不到饭，跟你娘一样吃白饭的东西。奶，我和姐姐是去打猪草，没有赶上饭点。那大堂哥和堂姐在家啥活不用干，都有吃的，那他们才是吃白食的。这不会被打死吧？一家人立马慌了神，沈氏扑过去，抱着秦志，哭着喊着秦志的名字，可是秦志还是一动不动。秦二柱也慌了，跑过去探了探他的鼻息，没有呼吸，小志他没了。秦二柱此时心里五味杂陈，看了看地上的女儿，又看了看自己爹娘，愚孝的他不敢有一点反抗的心思，起身就要去找草席，却被秦真拦了下来。爹，小芝死的冤枉啊，爷一句话就带过了，天底下哪有这个不公的事，你要为妹妹做主啊。二柱，我嫁你这么多年，一直任劳任怨，侍奉公婆，现在小智就这样被你大嫂打死了，你爹娘竟然还让你就这么算了。秦二柱，你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敢护，你不是个男人，我要和你和离。你个不下蛋的贱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生不出儿子还敢提和离，我儿子要休了你。奶，杀人偿命，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爹，你放过我们吧，你护不住我们就让我们走吧。你们都是女子，离了秦家还能去哪？去哪都比待在秦家强，总好过秦家随便草菅人命。秦老汉一听立马急了，他可不想让沈氏母女离开，毕竟家里里里外外都需要他们收拾，干活方面可指望不上老大媳妇。小珍，今天这事是你大伯母不对，咱们都是一家人，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哼，爷，你不放我们走，我就去告官。到时候三叔的书院要是知道他家里有个杀人犯嫂子，还有一对包庇杀人犯的父母，你说他在书院还待得下去吗？你敢？你这个小贱人，要是敢破坏你三叔的前程，看我不打死你！刘氏一听这是关系到自己宝贝三儿子的名声，就要动手打秦真。秦老汉拦住刘氏，转头看向秦二柱。二柱，给沈氏写一封休书。就这样，沈氏背着浑身是血的秦志走出秦家大门。此时村子里好多人都刚从地里回来，见状纷纷围了上来。秦志这是怎么了？刚刚还看到两个丫头从山脚打猪草回来，那时候都是好好的。大伯母打死了我妹妹，我爹眼睁睁看着我妹妹被打死了，我也不让我们说，非说我妹是摔死的。岂有此理！这妹是没看出来还是割了毒的女人，以前还装得知书达理的样子。就是秦老汉夫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居然包庇杀人凶手。院子里的梅氏听到外面声音嘈杂，立马意识到了什么，匆匆跑了出去。秦真，你这个小贱人胡说了什么？大家可不要被这死丫头骗了。秦志这死丫头不孝，竟然忤逆他奶，我不过拉着他劝着，谁知道他自己激动的跑，摔到了石头上，自己摔死了。我这个弟妹竟也是个不孝的，竟由着这小畜生忤逆他奶，这不，我这老实的弟弟都看不过去了，休了沈氏，还和秦真这个死丫头断绝关系。要我说，断得好，这不孝的人要着干嘛？不然我们这石头村这多好的年轻后生都学着起这不孝的行为。梅氏最后一句话直中要害，村民们纷纷皱着眉头看向自己的子孙，指着秦志说教了起来。看到没，这就是不孝的下场。沈氏和秦真看着村民们倒戈相向，气得直哭，却也不知道如何反驳梅氏，只好背着秦志往山脚走去。那里有个小茅屋，常年空着无人居住。沈氏在茅屋里找到一张破床，擦洗干净后将秦志放在上面，随后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小志，是娘没保护好你，让你小小年纪就走了，娘没用，连一副棺木都买不起。娘，您别哭了，小志不会白死的，代伯母一定会遭到报应的。母女俩抱着头一起哭起来。突然，外面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年久失修的茅草屋开始滴答滴答滴漏雨，后来越漏越大。娘，这雨越下越大，我们得赶紧给小志一个地方，可不能让小志淋雨。好，小珍，我们一起把小智扶到大厅去，那里还没怎么漏雨。二人正起身要去抬秦志，突然一个闪电劈在秦志身上，秦真和沈氏也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离秦志。闪电过后，秦志直挺挺地坐在木板上，面无表情地睁着双眼盯着沈氏和秦真。小志，你没死，娘，您看，小志还活着，太好了。沈氏看到小女儿复活，激动地跑过去抱着她大哭起来。眼前这两人是谁？我不是执行特殊任务被敌人埋伏了吗？突然，一幕幕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从脑海中穿插而过，秦志这才明白自己是魂穿越到原主身上了。想到原主被梅氏打得一命呜呼，秦志感同身受。你放心，既然我穿到你身上，我就会对你的家人负责，会守护好你的母亲和姐姐的。娘，我饿了。好，你等着，娘去给你熬粥。吃完一碗粥，
秦志胃里舒服多了，虚弱的躺在床上，想着现在的艰难处境，想着想着慢慢睡着了。迷迷糊糊中来到一个烟雾缭绕的仙境，这里小溪流水叮叮咚咚，农田千里一望无垠。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中藏着一个现代小别墅，院子里开满了个色鲜花，生机勃勃。泉水穿过院子，流下一汪潭水。秦志捧起一湾湖水，喝了一口，真甜，全身的疼痛都减轻了不少。秦志喝完潭水就进了小别墅，别墅里面空无一人，只是这布局却让他莫名的熟悉。这不是我以前的别墅吗？这是梦吗？怎么这么真实？不管了，梦里也要享受享受。秦志在衣橱里找了一套自己的睡衣换掉，又从冰箱里拿一些饺子煮着吃了，这才躺在床上美美的睡了过去。清晨，外面的鸟叫声吵醒了美梦中的秦志。秦志睁眼看了看破旧的房间，看来真的是做了一个美梦，梦里的情形怎么那么真实？感觉饺子的香味还留在齿间呢。秦志起身找了个水盆准备洗把脸，谁知一低头发现昨天的伤口不见了，而且身上还穿的是梦中换的睡衣。怎么回事？那不是梦吗？难道是传说中的穿越者附带的外挂？秦志心念一动，果然又回到了小别墅里，他内心狂喜，赶忙将昨天换下的衣服又穿上，又从冰箱里拿了些吃的，这才回到了小破屋，将带回来的面和鸡蛋做成食物后，秦志摸着头上消失的伤口默默发呆。头上的伤口一点痕迹都没有，胳膊上的淤痕也都不见了，难道是昨天那潭水的原因？看来下次去可得好好实验一下。就在这时，沈氏和秦真身上一人背着一捆柴回来了。秦真一进家门就看到桌上的早餐，娘，你看桌上居然是我从没吃过的白面饼子。饿了3年的女人惊奇地发现，自家桌子上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鲜美的食物，她不但不惊喜，反而很惊恐，只因女儿此时正手足无措地看着她，好像做了什么错事。小志，桌上吃的是哪来的？你跟娘说实话，咱们家虽然穷，但是咱们做人的堂堂正正，不能偷别人家的东西。娘，这不是我偷的，咱们先趁热吃，吃完了我再跟你们说。小志，你还不清楚娘的为人吗？你不说清楚来历，娘是不会吃的。娘和姐姐是这个世界自己最亲的人，如果不告诉他们真相，恐怕以后拿什么吃食还得小心翼翼。娘，姐姐，你们坐，我跟你们坦白。看着娘和姐姐坐下，秦志理了理思绪，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娘，你看看我头上的伤口是不是没了？小志，这是怎么回事？你身上的伤口怎么都没有了？就算是神医也不可能做到。娘，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有点匪夷所思，但确实是真的。秦志快速将自己拥有神秘空间的事告诉沈氏和姐姐，然而沈氏完全不相信。秦志无奈，只能伸开双手，用意念从冰箱里取出一串葡萄。乖乖，这太不可思议了！小志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居然拥有了这么神奇的技能。娘，以后你和姐姐不用那么辛苦了，咱们再也不用担心挨饿了。小珍、小志，咱们不能掉以轻心。以前咱们怎么生活，现在咱们就怎么生活，咱们还是得照常出门砍柴挖野菜。小志，这些吃的以后要谨慎，千万不能被外面的人发现。小志，娘说的对，这段时间咱们还是苦着点，要是老秦家发现不对劲过来闹，咱们也招架不住。我知道，咱们今天吃个饱，明天我就陪你们一起去挖野菜。这顿饭沈氏母女3人都吃得很满足，毕竟以前在老秦家的时候，他们从没有吃过这么丰盛。3人休息了一会后就开始修整房子，一直忙到晚上。秦志忙得一身是汗，十分难受。这么热的天，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实在不能忍受，看来得想办法挣钱了。谁啦？门外没有人回答，但是敲门声一直响起，母女3人顿时紧张了起来。娘，村里人昨天都知道小志出了事，这个时候应该不敢过来的。这破茅屋在山脚下，四周也没个人家，要是有什么坏人，那我们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沈氏皱着眉头，顺手操起一根木棒，走到门口。娘，我出去看看，你们就待在家里。不行，你这样出去很危险，还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东西，一直不说话，要是山里的猛兽下山了就糟了。娘，没事，我去看看。秦志顺手操起一根木棍就来到院子里，然而看了半天也没发现一点动静。秦志正准备回屋，突然瞥见角落里躺着一个一身锦袍，身上散发浓浓的血腥味的男人。凭借前世特种兵身份的敏感，秦志仔细侦查了四周，确定旁边没有其他人跟来，迅速将黑衣人背回家。小志，这怎么回事？你怎么背了个男的回来？娘，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先救人再说。小志，你虽然只有6岁，但也是个姑娘家，哪能随随便便掀人衣服？娘，人命关天，这荒郊野外也没有外人，我们只要问心无愧就好。秦志边说边查看男人的伤口，确定了伤势之后，他小手一闪，纱布、剪刀、消毒水之类东西就出现在了手上。秦志用银针替男子施针解毒，随后消毒缝合，一系列操作看得沈氏目瞪口呆。娘，你先回房休息吧，这个人受伤严重，随时有可能发烧的话，我得守在跟前。沈氏欲言又止，最终也没说什么，拉走了秦真就走了。午夜，
秦志终于熬不住，趴在床边睡了过去。男子瞬间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眼前的小女孩，起身走了出去。战六，外面的情况如何？主子，自杀您的人都被处理干净了，不过对方都是死土，身上也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主子，先处理您的伤口要紧，咱们先找个地方让属下替您好好检查一下。孙先生，主子怎么样了？主子，您昨晚上身中剧毒，当时混乱中跟您把的脉，脉象紊乱，情况危急。就算当时我一直在您身边，也没多大把握将您救回来。可才1个晚上的时间，除了身体有点虚弱以外，没有一点中毒的痕迹，伤口也处理得好。没想到伤口还能像衣服一样缝起来，实在是高啊！这位出手相助的人医术得多高啊！真恨不得立刻去找那人讨教一番。清晨，待秦志睁开双眼，床上已经空荡荡的了。秦志也没多想，起身准备洗漱，眼睛一瞥，在床的一角发现一块玉佩，应该是昨夜那男子掉下来的，先收进空间，若他日有机会再遇到他，再还给他。娘，这菌子可真不少，咱们等下再去多摘点，晒干了留着冬天吃。是啊，娘，咱们现在身无分文，可要多存点吃食。行，咱们快点吃饭，吃完了赶紧出发，那片林子还有好多呢。吃完早饭，沈氏带着2个女儿上山了，母女3人心情甚好，离开了老秦家，终于可以自由生活了。娘，我想去里面看看有没有野果，您和姐姐先在这里继续采摘菌子。不行，林子深处有危险，经常有村里的猎户进山后失踪，你不能去。娘，您就让我去吧，我保证就在外围，不会进深山的。秦志再三保证后，最终如愿以偿。他在林子里一边走一边观察四周，随时等待猎物出现。突然，草丛里传来一阵扑哧的声音。哦豁，居然有一只野鸡在下蛋！秦志快速从地方捡起一个小石块，用手指一弹，石块精准打在野鸡头上。有了这野鸡，今天可以开荤了。秦志走过去捡起野鸡和鸡蛋收起来后继续前进。大概半个时辰后，秦志发现一大片野生三七，顿时乐得嘴巴都合不拢，直接从空间取出挖草药的工具，就趴在地上开始采收这些三七了。等到最后一株药挖完后，秦志才发现太阳都快下山了。糟了，一忙起来都忘记时间了，太阳都快下山了，娘和姐姐肯定急疯了。秦志赶紧背起背篓往回赶，等他走出这片林子，就看到沈氏和秦真2个人急得团团转，2个人眼眶都红红的。小志，吓死我们了，你到底跑哪里去了？我和娘把林子外围找了个遍都没看到你。你这孩子怎么跑到林子里面了？吓死娘了，囊中怕你有个3长2短。娘，我没事，我只是在边上看看。您看，我还抓了一只野鸡呢，您看还有10几个野鸡蛋。沈氏看到野鸡也心里高兴，随后又看到背篓里草根一样的东西，脸上很是疑惑。娘，这是我今天在林子里发现的三七，是一种药材。你什么时候会认药材的？娘，其实那天我头受伤后，迷迷糊糊间看到一个仙姑老道人，他教了我好多东西，我的空间就是他给的。小智，那老道人是肯定是神仙，是他救了你，给了你那么多福气，你以后尽量不要往外拿东西，我怕会用掉你的福气。我知道了，明天去药房卖药，如果药好卖的话，我就能凭这个让娘和姐姐过上好日子了。第二天，秦志早早就到了镇子上，跟路人问了个路，很快找到了镇上最大的医馆济和堂。请问这位小姑娘，您是来抓药还是看诊的？请问这里收药材吗？居然是成色上乘的三七，只炫圣品。东家手下一批人正身受重产，急需大量药材就治。若是我把这药送过去，说不定东家还能让我往上提一提。丫头，敢问该怎么称呼你呢？我叫秦志，大家都叫我秦二丫。那我就叫你秦丫头吧。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叔吧。不知你手里还有多少这样的药？我家里还有200斤左右，不知掌柜的以什么价格收购？什么？你说你有多少？摘一筐山上的野草，然后拿到药店换钱。小女孩直呼爽！秦丫头，这差不多都有200斤的三七了，你自己能做得主吗？王叔您放心，我们家都是我做主，不知王叔能以什么价格收购？这三七实属上品，我按市价35文钱一斤收购。掌柜的，还有个事跟您打听下，您知道咱们镇上哪个铺子收银耳啊？你手里还有银耳啊？不知道能不能给我看看？秦志从背篓里拿出包好的银耳，打开给王掌柜看，这银耳朵朵都是晶莹剔透，品质上佳，让王掌柜眼前一亮。这豪门贵妇为了养颜助容，
顿顿不是银耳炖阿胶，就是银耳燕窝羹。这几品银耳到时候用贵重的盒子包装起来，不愁卖不到好价钱。这些银耳我们店子都可以收。你这银耳品相真是不错，我按200文1朵的价钱收。成交，王叔，您给的价格很公道。我手里还有个东西给你看看。这丫头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简直堪比一栋药库小药库。居然是极品百年人参。丫头，这人参你也能做主吗？要不要叫你家里人来啊？王叔，您放心，这人参是我自己在深山采的，可以做主。实话跟您说，我现在家里急需用钱，我才将这个人参出手，要不然这百年人参保存好，将来去了京城不愁卖不出好价钱。行，既然你相信王叔，王叔给你的价格一定公道，这个品质我给你100两，以后有好东西一定记得往王叔这里送。秦志接过王掌柜递过来的银票，就去了五芳斋，买了2封点心，正打算往回走，突然2道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两人正是秦志的大伯和正在书院读书的小叔。秦文，你不要太过分，以后不要来我上过的酒楼找我，掌柜的看到影响不好。若是你执意如此，别怪我翻脸，让娘断了你的束修。大哥，你发什么火？我现在只差10两银子，若是你给我了，以后小弟发达了不会忘记你的，要不然我可不敢保证跟大嫂说点什么。你敢？秦大海拍了一下桌子，就怒气冲冲地走了，丝毫没注意秦文一脸阴狠。你不给我，我自会找借口让娘想办法。那2个赔钱货可以出手了。秦文的这句话秦志也没听到，他在猪肉摊上又买了2斤肥肉，1条猪板油，这才心满意足地往家里赶去。娘，快看看今天的成果。小智，那些草药值这么多钱吗？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姐，普通草药当然不值钱呢，我采的可是救命的良药。咱们现在有钱了，娘，我们可以准备盖房子了。小智，快把钱都收起来，这些钱都是你辛苦赚来的，你自己收着，将来当嫁妆。娘，还有卖人参的100两银票我还没拿出来呢，咱们以后也别愁了，一切都会有的，我还会跟我姐攒好多嫁妆呢。小智，你瞎说啥呢？我还小呢，不关我的事，娘先说的，哈哈。两姐妹笑嘻嘻的打闹了一会后，沈氏带着2个孩子进村找李正打听买地建房的事，路上经过老秦家，好在老秦家关着门没碰上面。小智，你没事了。周氏一把拉过秦志的手，上下仔细检查一番。周奶奶，我很好，我去了一趟鬼门关，阎王爷说生死簿上没我的名字，又让我回来了。您看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以后会好好的。是，我们小智一定会好好的，气死他们老秦家。李正叔，今天我们找您打听点事来了。你也知道，现在我们暂时安顿在山脚的那间小茅屋里，我们来是想在那旁边买一块小的，盖几间房子。山脚下的那片地土质贫瘠，开荒都种不出庄稼来，所以是1两银子1亩。虽然那地便宜，但是那地方离村子远，到了冬天也可能有野兽下山，万一有个什么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家旁边还有块空地，4两银子1亩，你们不如就买到这里，有什么事大家有个照应。你周婶还有点提几钱，你先拿去把房子盖好，以后有了再还给我们就是。是啊，依兰，你住在我家隔壁，我也放心些。至于钱的问题，你别愁，你周婶我还有些棺材本，我身子骨硬朗，这几年还死不了，你先拿着用。周氏说完起身准备回屋拿钱给沈氏，沈氏见状连忙拦住周氏。周婶，不用，我们有钱。前2天小智去山里采了些草药，正是医馆急需的稀罕药材，人家医馆花了10两银子收的。是啊，周奶奶，我们家还是想买山脚那块地，那里安安静静的，离秦家也远，至于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到时候我们把院墙砌得高高的，上面再插上尖尖的碎瓦片，再养上2只大狼狗，保管野兽小偷都不敢上门。周氏和李正见沈氏母女主意已定，也没再多劝。行，那块地也就3亩多，我就跟你算3亩，我明天就去县衙给你们办地契，顺便帮你把户籍迁出来。不行，不能等明天了，我现在就赶牛车去县衙给你们办。你们刚才过来，肯定不少人看到了，要是老秦家知道小智还活着，恐怕要拿户籍威胁你们。你们就在我家待着，我快去快回，顶多1个时辰就回来了。李正说完就出门赶着自家牛车准备出发。秦志赶紧将1个5两的银锭塞进李正手里，李正收好后就匆忙离开。周奶奶，这是我今天去镇上卖草药的时候买的糕点，拿过来给您舔舔嘴。你这个小丫头嘴真甜。那周奶奶就厚着脸皮收下来了，不过下不为例，你们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可不能乱花。说着，周氏打开捆着的油纸，给大家1人分了1块。大家一边吃糕点，一边逗弄周氏的孙子小憨豆。不知不觉间，李正就回来了。
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地契和户籍交给沈氏，并将余下的2两银子递给秦志。李正爷爷，银子您先帮我保管着，我还想请您帮我们找些可靠的人帮我们家把房子盖起来，毕竟我们家现在只有我们母女3人，对这些也不懂。秦志又将房子的格局细节之类的事情又和李正商量了一下，母女3人这才开开心心的离开。下米挖清楚，天地恩山里。玉兰，能让我接你们回家？哼，不是被休了吗？回什么家？能说，只要你认个错，以后不再忤逆他，他就允你回家。沈氏直接气笑了，骂了一句就要拉着2女儿离开。秦二柱仍挡在沈氏前面。玉兰，能给大家找了门好亲事，你必须带大丫和2丫跟我回去。回去？你让我回哪里去？当初你跟我写了断亲书了的，他秦刘氏凭哪点给我找亲事？大丫，他是你奶，他就有权利跟你安排亲事。小珍，别跟他废话，我们走。沈氏拉着秦真从旁边走过去，这时刘氏从秦家走出来了，直接挡在沈氏面前，那吊3角的眼睛斜眯着沈氏，带着鄙夷。沈氏，你真以为你们母女3人在外面无依无靠能过得下去？今天我老婆子发善心让你们回来，你可不要不识好歹。谢谢你的善心，不过我们不需要，只要能离开老秦家，我们要饭都愿意。小珍、小智，我们走。怎么没按我设想的走？被休的人能再回到婆家，那还不得跪起来道谢吗？你要走可以，大丫、2丫是我老秦家的种，必须留下。我已经跟大丫找了个好亲事。明明就是为了钱，却还说是为了孙女好。老太婆为了帮儿子还赌债，竟然要把已经被赶出家门的孙女嫁给村里800岁的老头。大丫呀，奶跟你说了一门好亲事，就是镇上的王员外，你跟了他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到时候可别忘了爷爷奶奶呀。不行，我不同意。那王员外都50多岁了，镇里谁不知道他家小妾一个接一个的抬进门？我好好的闺女，你凭什么要推她入火坑？凭我是他奶，我就做得了他的主。二柱，还不快把大丫绑回去！秦二柱得了刘氏的吩咐，立马取来绳索，冲过来就要将自己的妻女儿给绑住。秦志心中的怒火腾的一下升起来，直接扭折了秦二柱的胳膊。秦二柱疼得冷汗直冒。刘氏，我娘已经被秦二柱休了，我和我姐也跟你们写了断亲书，你没有资格插手我姐的亲事。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那小儿子现在正躲在里屋里吧，肯定是他又缺钱了回来整幺蛾子。说完，秦志就拿出刀直接斩断了刘氏的一大把头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们不给我们活路，我们大不了不活了，死之前拉上你们也赚了。我一刀下去先解决你，然后去你儿子书院找院长。他尿裤子了，羞羞羞，尿裤子！原本吵闹的村民先是被秦志的一刀震得安静下来，随着小男孩的一句尿裤子直接笑喷。这时秦老汉和秦文才从家里走了出来。二丫，你这个不孝子孙，竟然拿刀杀你奶！什么我的奶？你们不是和我们断绝关系了吗？而且他居然要把我姐姐卖给50多岁的王员外，你让乡亲们说说这是奶奶能干出来的事吗？二丫，你误会你奶了，你奶真的是心疼大丫才会给他介绍这门亲事的。那王员外是镇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二丫过去后不愁吃穿。我呸！你读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连我这个目不识丁的小女子都知道你为寒门妻，不位高门妾。我姐她才11岁，你为了一己私欲就要推她入火坑。二丫，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哪个家孩子的亲事不是家里的长辈操持？我们跟你们老秦家已经断绝关系了，户籍文书已经在县衙备案了，你们要是敢再招惹我，我必让你后悔活在这世上。说完，秦志将手里的刀丢向秦家院子里的那棵大枣树，枣树应声而倒。秦家人顿时吓得没人再敢吭声。沈氏带着2个女儿回到山脚小屋，秦真一直不说话，默默流泪。姐姐，她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你就当她是个陌生人，心里就不会那么难受了。小珍，你别难过，咱们要往前看，咱们好好过日子。沈氏抱着秦真安慰。秦志去厨房熬了清粥，母女3人情绪都不怎么高，喝完粥就简单洗漱一下睡下了。第二天一大早，茅屋的门就被人敲响了。沈氏赶紧起身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村里的张婶。沈妹子，你赶紧带着你家大丫、2丫去山里躲几天，出事了再晚就来不及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情？你们家秦文在外面欠了赌债，现在赌房里的大寿都来要债了，不还债就剁掉他一根手指。秦文那个畜生竟然说要用大丫、2丫抵债，他们马上就要过来了。话音刚落，一个刀疤男带着几个拿着长棍的二流子就出现在沈氏眼前。秦家人除了秦二柱都被押来了。刀疤男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秦真，就回头给了秦文一个大嘴巴子。臭小子，你耍我是吧？这7、8岁的丫头片子，你拿她跟我抵债？潇湘院的妈妈难道还得养她几年再赚钱？你把我们当傻子糊弄？我真的没骗你，
他真的11岁了，他就是因为每天吃不饱才这么瘦小的。你们只要给他好吃好喝，养几个月，他们就会长开的。他还有个妹妹，2个丫头就得20两，你们也不亏是不是？到时候你把他们俩卖到潇湘院，怎么也值个50两啊！秦雯，你还要不要脸？秦志良姐妹是你亲侄女啊，你竟然要把她们卖到那种地方去！李正叔，这是我们秦家的家务事，希望您不要插手。我们和你秦家没有任何关系。段庆书昨天已经在衙门备案了，按大萧朝律法，拐卖儿童妇女至少有3年牢狱，严重的流放宁古塔。大叔，你说你帮着他拿我们抵债，会不会被他牵连？秦志起身从袖子里抽出新户籍和段亲书，递给刀疤男。刀疤男思索片刻，面露狠色，断他1根手指。我还有个侄女。秦雯用手指向人群中的秦莲，吓得秦莲躲在梅氏后面瑟瑟发抖。秦雯，你少在这放屁！这么多年你读书的束修都是你大哥赚出来的，你这个白眼狼，你要是再敢攀扯莲儿，你大哥不会放过你的。娘，我不要去还债。你这个贱人哭什么哭？你小叔可是文曲星下凡，将来是要考状元的，能帮他是你的福气。刘氏拉着秦莲直接来到刀疤男面前，就卖他，他也是11岁，从小教养长大，细皮嫩肉的，身量也已经长开了。那好，把这个丫头带走。2个手下立马就要去拉秦莲的胳膊，梅氏上前阻拦，却被一脚踹开。娘，快救救我，我不要被卖！住手！在下醉仙楼的秦管事，还得让李管事给秦某一个面子，放了小女。我那不争气的弟弟做错了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李管事尽管处置。大海呀，你不能不管你弟弟呀，将来你弟弟考中了状元，不会忘记你的。娘，莲儿是我的亲闺女，她又没做错事，为什么要受这些罪？秦雯读书读得一塌糊涂，还学别人进赌房逛窑子，欠了一屁股债，还想买侄女抵债，这是人干的事吗？这次卖了莲儿，那下次呢？下次再卖谁？一句话让刘氏彻底沉默。刀疤男给了手下一个眼神，手下快速举刀砍断了秦雯一个手指。砍手不能换个地方吗？掉在我家门口不膈应吗？2天后，李正一群带着工具的汉子推着一车车砖瓦来到秦志家。此时秦志急匆匆从外面赶回来，样子十分兴奋。李正爷爷，你们来的正好，快来几个人帮我拉野猪。秦志说完就往外面走，李正赶紧喊了几兄弟跟了上去。等2头野猪被抬回来后，李正看着秦志一脸的后怕。二丫，你咋跑到这山林深处去了？多危险！李正爷爷，您别担心，我爬到树上往他们身上撒迷药，等他们晕倒后，我就用藤条将他们绑住。说着，秦志将盖房子的工人都招呼了过来。为了感谢大家帮忙盖房子，今天我给每个人送1块5斤的猪肉。秦志给1人分了1刀5斤的猪肉，大家可高兴坏了，每个人心里都决定明天要更加卖命工作。事情也很快传到了村民的耳朵里，之前不愿意来帮忙盖房子的村民一个个开始酸了起来。你们说，那沈氏被休赶出家门才几天，他哪来的钱盖房子啊？还给盖房子的人1人分1刀野猪肉。那秦二丫才几岁，我不信凭他能猎到那么大的野猪。邻居盖房子不愿意去帮忙，如今看到邻居给工人分猪肉，一个个又犯了红眼病。于是几名农妇站在村里的老槐树下说3道4了起来。你们说，那沈氏被休赶出家门才几天，他哪来的钱盖房子啊？而且听说是砖瓦房。要我说，你们可要看好家里的爷们，说不定这钱还是你们爷们从自己家拿的呢。说话的是狗蛋娘，也是梅氏的亲妹妹。一听到王寡妇咬舌根，她顿时就来劲了。狗蛋娘，你可别瞎说，你怎名声重于天？哼，那你说这钱是哪来的？不会是从老秦家偷的吧？不行，我可得跟老秦家说说，免得他们蒙在鼓里。刘婶，你还不知道吧？二丫在深山里打了2头猪，给帮他家盖房的人1人分了5斤肉。不能吧？二丫怎么有本事打野猪？我听说他是爬到树上，把妙撒下去迷晕了野猪。他怎么说也是老秦家的人，那猪肉送给外人都没送到这里来。这个死丫头，这好的野猪肉就这样霍掉，不孝子孙，也不知道给他爷奶送一点。我看到李正托了好多砖瓦给他家建房，您说他们3个女流之辈离家几天就有能力盖房子，到底哪来的钱啊？哼，肯定是周氏借给他的，这村里也就周氏对他最好。娘，这可不定，要是缺把米缺根柴可以借，盖房子的钱可不是小数目，谁会借给他？而且一辈子都还不起。姐，刘婶，你说会不会是沈氏被休钱从家里偷的啊？对，没错，就是偷我的钱，我找他要去。刘氏说完匆忙出门准备找沈氏要钱，刚出门就遇到给村民们送猪肉的秦真和秦志。大丫，我听说你们打了2头野猪，怎么没给爷奶送？为什么要给你送？你忘了我们断亲了吗？那你们把钱还给我。还钱？还什么钱？你们盖房的钱是你娘在我这里偷的，赶紧还给我，要不然我告官抓你们坐牢。秦志顿时气笑了。那你去告吧，顺便去问问县太爷，
在大萧朝诬告他人，败坏他人名声会受到什么处罚？是打30大板还是掌嘴50？狗蛋娘见刘氏无用，3两下就被说熄火了，赶紧助他一臂之力。那你说你盖房的钱是哪里的？是你娘出去卖身证回来的吗？你再敢胡说，我就割了你的舌头！贱人，竟然敢打我！我让你污蔑我媳妇，我打死你！你娘她还罢，狗蛋娘说的话不要让你娘知道，她这人什么都藏心里，会憋坏的。他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请你不要再打扰他了。秦芝说完，突然上前一步拉起秦二柱的2个胳膊，又是一顿掰。完事后拉起秦真就快速走了。什么意思？我2个胳膊都已经被你掰断了，你怎么又来掰？是想让他2半变成4半吗？咦，怎么好像不疼了？胳膊可以动了。原来刚才二丫是帮自己正骨。看够了没？皮相不错。你多大个小不点，还知道看皮相？你上次掉了个玉佩，这里我去找出来给你。送给你的就当定情信物。别这么激动，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可别，我对你有恩，你却恩将仇报。我才6岁，毛都没长齐，你下得了手吗？我叫战萧，在家族里排行老9，别人都称我战九。战萧，这名字不错。你不会是传闻中投敌叛变、卖国求荣的战神战将军吧？我们战家世世代代冲锋陷阵，保家卫国，不曾做出半分背叛国家的事情。如今整个战家二郎皆战死沙场，只剩下我一个，却也遭奸人所陷害。战萧的眼角发红，极力隐忍，秦志不由得同情了起来。那我能帮你什么吗？能，你跟我一起去救人。秦志被战萧带到一个隐蔽的山洞，眼前的一切令人触目惊心。地上躺着一个个浑身是血的男子，有的一动不动，有的疼得打滚，却依旧隐忍着没有出声。他们都是战家军，这次从袁州回来，昨天一到青州府就遭到埋伏。孙先生已经帮他们处理了外伤，只是这么多人的伤药急缺，孙先生连夜去了深山采药，到现在还没回来。他们皆身中奇毒，和我一样的毒。秦志直接一个个蹲下去检查伤者，随后也顾不上暴露，直接进入空间。战萧看到一个大活人直接消失了，还没来得及震惊，就看到他凭空出现了。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好几个箱子，还有很多不认识的架子。快过来帮忙！二人默契配合下，很快就将伤员包扎好，甚至有些严重的伤员，秦志还给他们打上了点滴。行了，你这还缺什么？我给你们弄过来。缺吃的。吃的也找我，这50-60个人会吃穷我的。战萧二话不说，直接往秦志手里塞了个金元宝。秦志两眼放光，行，包在我身上。秦志环视了一下四周，从空间取出几个太阳能灯挂在石壁上，按开开关，瞬间这个山洞就亮如白昼。你看，把这个按一下就可以关灯了，再按一下就是开灯，灯不亮就拿到太阳地下晒2个时辰就可以重复使用了。居然有如此奇特之物，比夜明珠还好用。秦志又取出一个无烟柴火灶，配上锅具、碗筷、大米和面粉，想了想，又从空间搬出来2头昨天迷晕的野猪。竟然有这种能力，这要是让京城里的那些有心人知道了，他可就危险了。等下该好好敲打敲打在场的人了。就在此时，孙先生刚才要回到山洞中，就被眼前焕然一新的山洞看傻了眼。怎么回事？你们下山了？是仙女来过了。哪来的仙女？烧糊涂了吧？是这位姑娘，她叫秦志，也是给我治伤的那个姑娘，不是一般人。今天的事情一律不许泄露，违者军法伺候。是，秦姑娘心善，我等感激不尽。日后若有需要我张三的，尽管吩咐。张大叔不必放在心上，我这一生最恨倭寇，不管是家仇还是国恨，大家都是抵抗倭寇的英雄，我对自己能救大家深感荣幸。秦小姐大意，不知秦小姐能不能变出10万石粮食？你把我当什么了？说变就能变啊？让秦小姐为难了。袁州那边传来消息，断粮几日了。秦志闻言皱了皱眉，突然想起空间里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如果是做好事，也不是不行。真的，袁州已连续5个月未下雨了，地里颗粒无收，不管是军中还是百姓，皆已断粮。倭寇正虎视眈眈，我们要保证前线的粮饷。你不是被全国通缉吗？怎么还要操心袁州？我父亲有个旧部，恰巧在机缘巧合之下发现我被陷害的证据，已成御前。皇帝也昭告天下我战家军的冤屈，下旨命我速回袁州坐镇。如今国库空虚，多得干旱，民不聊生。恰巧探子又发现倭寇又蠢蠢欲动，明日凌晨我们就必须集结动身了。行，你准备好人手搬运，我只提一个要求，你们走后不要暴露我的行踪。第二天一大早，战六急冲冲地向战萧报告，山洞外面发现大批粮食。战萧带着众人急忙向外奔去。这几10车是大米，这几10车是挂面，另外还有个是调料，也装了几车。除此之外，风干的牛肉干、腊肉、腊肠都是空间里直接抽真空的，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秦志滔滔不绝，压缩饼干、矿泉水、药品等现代产物都仔细和孙先生说明了使用方法。这些7尺男儿看着这一车车救命的物资，个个红了眼眶。战萧下令每个人推一辆小车出发，1个时辰后，所有的车失去踪迹。先用硝石制作冰块，然后把白凉粉倒入开水中融化，再放在冰块上冰镇着。接着等冰粉冰好后，将红糖浆淋在上面。秦真看着妹妹操作完，迫不及待地尝了一口。
在这炎炎夏日来上这么一碗冰甜点，神仙也不过如此啊！来来来，大家过来吃点东西消消暑。盖房子的工人闻言放下了手中的活，走了过来。大家吃着冰粉，啧啧称奇。二呀，这冰粉吃的太过瘾了，我每年都苦下，没想到这冰粉一吃，身上就轻快多了。你这孩子太聪明了，竟然捣鼓出这么好吃的新鲜吃食。张大叔，这也是我之前在闲书上学的，只要把消食放几颗在水中，静置一会，水就能结成冰。这个季节当做冰盆放在屋子里正好，哪餐要是做多了饭菜，放在上面冰镇着也不容易坏。待会我给大家一人分一点消食，大家都回去试试。二呀，那感情好，我们都回去试试。像城里的贵人一样屋子了摆冰盆是啥滋味？众人听到能免费得到消食之冰，一个个都兴奋了起来。秦志也跟沈氏商量着明天去镇上摆摊卖冰粉的事情。于是第二天，娘三个就来到了县学门口。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夏日炎炎，这位小哥，快来一碗清凉冰爽的凉粉吧。冰粉那是什么？秦志赶紧盛了一碗冰粉，淋上红糖浆，再撒上一点葡萄干和山楂碎，递给小胖子。这就是冰粉，您今天是我们的第一个客户，这碗就送给您尝尝。您要是觉得好吃，欢迎下次再来光顾。好吃，它冰凉香甜，嫩滑爽口，生津解暑，再来一碗。那个，这冰粉是5文钱一碗。小胖子也没废话，麻利递给秦志5文钱，赶紧继续吃起来。后面几个学子看见小胖子吃得香甜，一个个也跃跃欲试了起来。那个，给我来一碗，给我也来一碗。很快，许多学子围了上来。娘三带来的2桶冰粉不一会就见了底。那个今天已经没有了哈，明天这个时候咱们不见不散。收拾好摊子后，沈氏看着2闺女穿着补丁的衣服，一阵心酸，咬咬牙带着她们去买了几匹棉布。回到家后，沈氏就把今天赚的钱一股脑的倒在桌上，翻来覆去地数了几遍，加上今天买东西用掉的钱，一共有300文，除去成本，预计有260文的盈利。看来这个小生意还是值得做的。小智，我们明天多做点吧，也就这个把月的时间了，过段时间天气凉了就卖不了了。行，那就多做点，我找个小推车，明天推过来，娘也能轻松点。第二天一大早，沈氏带着2姐妹一起去县学门口卖冰粉，已经有一堆人在那里等着了。昨天那个小胖子第一个跑过来，你们终于来了，昨天吃了你们的冰粉，一天都好凉爽，今天我要多买些带回去给我娘和小妹吃。秦志接过小胖子从食盒里拿出来的大汤碗，装了满满一大碗，淋了红糖浆、葡萄干和山楂碎，量给的足足的。后面的学子看到了，也嚷嚷着要多买一份回去带给父母吃。不一会儿，今天带来的冰粉又被卖光了。秦志正帮母亲收拾摊子，突然听见一个高个子学子边吃边跟旁边的同学抱怨：今年的天气太热了，一大早上的浑身都汗湿了，吃一碗冰粉真舒服。是啊，我听说袁州那边干旱，那边更热，老百姓连喝水都困难。战小已经离开2天了，也不知道到了袁州了没有。接下来的10几天，秦志每天早上都去卖冰粉，生意越发火爆。很多学子家长从学子口中得知这种食物，也都让自家小厮前来购买。秦志也将冰粉改良了，新增了花生碎、蜜豆、米酒、小糯米圆子和芋圆，当然添加不同的材料，价钱也不一样。这天母女3人像往常一样收摊准备回家，小胖子突然过来叫住沈氏：沈夫人，原来是刘谦小哥啊，现在冰粉已经卖完了。我今天不是来买冰粉的，今天来是想请沈夫人帮个忙。后天是我祖母的70大寿，想提前跟您订200碗冰粉。上次我带回去的冰粉，家里人都爱吃，特别是我祖母，她牙口不好，这个正适合她。那行，那后天一大早我们送到府上去。秦志一行3人回到山脚下，放眼望去，新屋已初见雏形，一群汉子正热火朝天的干活。正午的阳光毒辣，母女3人赶紧进屋放下手中的担子，却突然发现家里来了2位不速之客。二弟妹，听说你偷了我们老秦家祖传的冰粉的方子去做生意，这方子你得还给我们老秦家。你放屁，我不给。沈氏，你怎么教的孩子这么没教养？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啊？没事，劈头盖脸就把沈氏骂了一顿。沈氏心里那个气得不行，却懦弱惯了，不敢反抗。我们家就我知道配方，我想不给就不给，你能奈我何？二呀，你还小，不知道祖产对于家族的意义。你们偷拿秦家祖传配方，按律是要坐牢的。秦志眼珠子转了转，行，你说方子是秦家祖传的，3天后我会把方子交给秦家，你先回去吧。行，3天就3天。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我稍加恐吓，配方还不是手到擒来。到了刘府做寿这一天，
秦家母女早早地推着一车冰粉去了刘府。大厨房里灶上的师傅们看着秦志的推车惊奇不已。咦，那是什么车？没见过。这是我让铁匠师傅给我打的小推车，很好用，我们用它拖冰粉过来，可省力了。我家娘子每日在集市摆摊，经常一个人挑着重重的货物往返在家与集市的路上，能不能委托你帮我找铁匠也打一个这样的小推车？秦志欣然同意，约定10天后送到他家去。这时，一个丫鬟急匆匆跑到大厨房：“宁大厨，出事了！红杏，出什么事了？表小姐吃了您做的樱桃肉，脸色发青，不能说话，还自己掐住自己脖子。管家已经去济和堂请大夫了，夫人让你赶紧过去。”闵大厨被吓住了，赶紧随红杏去前厅。秦志想了一下，也跟着去了。前厅，表小姐宋玉脸色已发紫了，一个美妆妇人抱着她哭得不能自已，边哭边呼叫着女儿：“玉儿，娘的宝贝，你这是怎么了？”刘老太太和刘谦的娘刘夫人也急得团团转转，厅里的客人们都议论纷纷。这才不会有问题吧？我刚才也吃了几口这个樱桃肉呢，不行，我也感觉自己有点晕了。一个柔弱的青衣女子说着就脸色发白。不会吧，我刚才觉得好吃，吃了好几口呢，我没什么不舒服的。这道菜没有问题。秦志看到那个小女孩已经快无意识了，赶紧跑过去抱过小孩，莫等其他人反应过来，就把小女孩翻了个面，从孩子背后用双臂环绕其腰腹部，快速找到正确位置，一手拇指向内握拳，另一只手握住拳头，然后向后上方冲击。你在干什么？快点放开玉儿！宋玉娘急眼了，举起拳头就往秦志背上砸去。喉咙卡住异物怎么办？海姆立刻救人法帮你解决问题。然而当秦志在古代使用这个方法时，却遭到别人的误解。你在干什么？快点放开玉儿！随着一声怒喝，大厅里一片鸡飞狗跳，众丫鬟小厮都跑过来准备抢夺表小姐。突然一个小东西掉到地上，宋玉也发出哇哇大哭的声音。这个就是元凶，宋小姐刚刚就是吃樱桃不小心被核堵住气管，导致无法呼吸。看着秦志指着的果核，众人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小姑娘，刚才那些怪异的举动就是在救人。姑娘，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还打了你，对不起，我家玉儿要不是碰上你，说不定都……宋玉娘说到这里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刘氏见状赶紧走上前，多谢姑娘救了玉儿，请问姑娘是哪家的小姐？她日我们必登门道谢。不然，您太客气了，我相信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都不会袖手旁观的，举手之劳而已。丫头，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了，救命之恩不报，我们岂不是连猪狗都不如？这时男宾那边听到动静也走了过来，小胖子刘谦知道了事情真相，急忙跟秦志道谢。秦姑娘，多谢你救了我的表妹。原来你就是秦姑娘啊，我家谦儿常常提起你，说你家做的冰粉好吃，常常让小厮给我这个老太婆带回来，托她的福，我可是吃了不少呢，今年也不苦下了。是啊，连我和月儿都沾了不少光。老夫人喜欢吃，我很开心，我待会就把方子告诉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您就叫丫鬟给您现做。那可使不得，你赚钱的家伙哪能说送人就送人？丫头，说起来今天要不是你，我天都会塌下来。说着就把手上的玉镯退下来套在秦志手上，秦志赶紧推辞，长者自不可辞。刘老太太硬塞到秦志手上，秦志只好收好。老夫人，今天是您70大寿，我之前也没什么准备，我去厨房给您做个好吃的甜点，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秦志说完就去厨房了，厨房有现成的牛奶，秦志取了牛奶、鸡蛋，然后将鸡蛋蛋清分离，将蛋清打发，再将打发好的蛋清倒入提前搅匀的蛋黄中，筛入面粉搅匀，不一会一个精巧的蛋糕就做好了。等他手上端着蛋糕出现在众人的眼前时，大家哇的惊呼出声。丫头，你做的这个糕点怎么这么好看呀？这桃子栩栩如生，就像是长在上面一样，还有这寿星公，可真讨喜。老夫人，这叫生辰蛋糕，是前几年一个西洋人教我做的，他们那过生辰都吃这个，吃之前寿星要许个愿。刘老太太在秦志的指导下许了愿后，给众人分了蛋糕，众人迫不及待地用小勺子挖了一坨塞进嘴里，顿时眼睛都眯成一条缝。这时济和堂的王掌柜悄咪咪走了过来。秦丫头，刚刚表小姐被果核呛到气管，请问你用的那是什么方法？这些急救方法确实应该公开了，毕竟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秦志直接现场教学，一番折腾后，秦志和刘老太太告了别。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秦志躺在别墅的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战萧离开青州府也快1个月了，不知道现在袁州是个什么情况，那里下雨了没？带去的粮食够不够？我要不要再给他们筹措部分粮食？反正放空间里放着，还不如给我们的战土吃，到时候吃饱了跟倭寇打仗，把他们打个屁滚尿流。第二天天刚刚亮，小茅屋的门就被人拍得震天响。秦志压着心中腾腾升起的怒气，一开门就看到秦大海夫妇处在门口，手里还做着敲门的姿势。秦管事真是好教养啊，一大清早就来报丧。你个小贱人，怎么跟你大伯说话的？有娘生没娘教的，
活该你爹休了你娘！你这个畜生，竟敢打我！看我不打死你！没事说着就往秦志这边冲过来，眼看就要将秦志撞倒。秦志轻轻往旁边一闪，没事收不住力，就直接以狗吃屎的姿势狠狠扑倒在地，疼得他两眼直冒金花。够了，二丫，他好歹是你的长辈。秦志冷笑一声，他算哪门子长辈？二丫，你之前说过要把冰粉的方子还给秦家的，我今天过来取。放心，我说过如果是秦家的祖传方子就会还给秦家，我已经给大爷二爷还有老族长打过招呼了，等会他们都会去秦家祠堂把事情搞清楚。秦大海听说已经知会了大爷二爷和族长，表情瞬间扭曲了一下。你找你大爷二爷干啥？直接交给我就行了。你不是说方子是秦家祖传的吗？我当然要找大爷二爷问清楚了。这个小贱人竟然敢因自以大伯和二伯这两个老不死的为人古板，兵是丁，莽是莽，罪是较真，而老族长更是见不得族中子弟欺上瞒下，人品有误。要是他们知道这个事，还不得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正在这时，村里的铃铛响了，这是族里在召集大家，每家每户都必须进族里祠堂开会。秦志锁了门，往祠堂走去，临走前嘲讽地看了秦大海一眼。今天召集大家过来，是想跟大家公布一个事情。大丫二丫家在山脚下盖房子，这块地是他们家买下来的，新房明天上梁。他们母女三邀请咱们全村人明天吃流水席，流水席就安排在小茅屋外面的那块空地上，大家伙都搭把手，能帮忙就帮忙，谁家有多的桌子椅子，大家伙都帮忙借一下。老族长话音刚落，有几个村民就兴奋了起来，纷纷举手表示帮忙。嘿，一群势利眼，他们一家被赶出去就立马盖房子，晓得他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生意才有钱盖的。你说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不就是偷了你们老秦家的祖传秘方吗？我从你手上偷走了什么？你还不清楚吗？什么祖传秘方？你个小贱蹄子还想从我身上偷东西？你有那本事吗？可你大儿子说我偷了老秦家的祖传秘方啊，还让我把方子还给他。大爷二爷，秦大海说我家的冰粉方子是秦家祖传的，秦家真的有这个方子吗？秦家大爷闻言转身瞥了一眼秦大海，秦家哪有什么方子啊？当年我跟我爹娘逃荒逃到此地，身无长物，除了身上穿的那件破衣服，啥都没有。秦大海，你现在连孤儿寡母都敢骗，沈氏带着2个女儿净身出户，好不容易二丫得了个安身立命的方子，你却说从你家偷的，可以败坏孩子的名声。你家要是有方子，只怕早就开始赚钱去了。秦大海阴沉着脸不敢说话，恶狠狠地看着秦志。族长适时开口：好了，大丫二丫虽然跟大海家断绝关系，不属于老秦家，但仍然姓秦，仍属于我秦家子弟。二丫昨天跟我说过，她要将冰粉方子捐到族里，族里安排人脉，有了收入就可以在村里建族学。老族长说完，下面的村民开始鼓掌。秦大海在下面脸色铁青，甩了袖子就走了。秦老汉也带着一大家子人走了。接下来的几天，秦志都是在教村里的长辈制作冰粉。这天闲得发慌的秦志又上了上。大凉山延绵数百公里，遍地都是宝，一路上都是吃不完的野生浆果。小灰兔、小白兔更是捉了几窝野鸡、野鸭，成群的被装进空间。忙完这些，秦志从空间找了个小帐篷，躺在小河边美美的睡上一觉。秦志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他回到了前世，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家等着他，他陪着家人度过了快乐的一天。到了晚上，爷爷奶奶就催他回去。小志啊，不要忘了国之耻辱。醒了，他只记得爷爷对他说了句话：勿忘国耻。难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看来必须尽快去元州会会那些倭寇。现代女特工穿越古代，却依旧心怀民族大义，只因梦里爷爷说了一句勿忘国耻，秦志毅然决然奔赴元州，帮助战萧抗击倭寇。当战六看见秦志时，先是一脸不可置信，然后就上前一把拉住他：秦二丫，快跟我去救人！大帐中，战萧急得走来走去，床上躺着一个血肉模糊的男人，另外一个床上也躺着一个人，脸色惨白。秦志走近一看，正是孙先生。怪不得战六要去外面找大夫呢，快，我要做手术，赶快清场。战萧这才看见秦志，随即心头一喜。战六，你在外面守着，不许任何人靠近。秦志从空间拿出手术器材，并快速跟战萧介绍了一遍。没办法，这个时候只能委屈他当助理了。1个时辰后，手术顺利完成。秦志从空间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战萧，战萧接过立马灌了口，就舍不得喝了。缺水。元州大旱，地里颗粒无收，百姓民不聊生，不少百姓举家逃荒。现在粮草、水告急，
朝廷的支援却迟迟未到。小事情，你缺的东西我多的是，只是得有个名头名正言顺的拿出来。名头。战萧小声的重复着，突然眼前一亮，脱口而出：抗击倭寇。战萧说完，带着秦志回到了自己的营帐，将手下的副将召集了过来。他们都是信得过的人，你交个底，我们去多少人扛东西合适？粮食有10万担，水管够，商要20车。另外你们要战马步，我之前在大凉山深处的草原中遇到了一群野马，被我收了，数量有4000多匹。众人闻言，你看我，我看你，惊得目瞪口呆。光头副将曹丁第一个反应了过来：要，那当然要，我们正准备建一个铁骑队呢，战马至关重要。那行，我知道了，军营西南方向50里处有一片荒漠，咱们找个时间去那里接马群。事情敲定完毕，众人商议起了抗击倭寇的计划。秦志自告奋勇打前站，准备今晚给倭寇来个偷袭。曹丁听了之后第一个反对：不行，我们这么多大老爷们，让你个小丫头打头阵，传出去还不让人笑话。那群倭寇小鬼子在我袁州烧杀抢掠，爷爷我正想提刀上阵，杀他们个片甲不留呢。老曹，听秦姑娘的，咱们要智取，不能让咱们的兄弟们掉一根毫毛，又能摧毁他们的老巢，气死这帮龟孙子。是啊，36骑那么多，咱们总要用个2骑。我的目标是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抢他们的粮仓。傍晚，秦志和战萧按计划来到敌军的驻扎地。秦志从空间拿出军用望远镜，教会战萧使用。战萧新奇不已，好家伙，1里外的人居然连脸上的毫毛都看得一清二楚。通过观察战萧把敌方粮仓和军械库的位置和秦志说清楚后，秦志留下战萧做掩护，自己一个人麻里匍匐前进。很快在火头营外面的一棵大树下找到掩体。此时火头营正在准备大家的晚饭，10几口大锅同时开火，几个大头兵并未守在大锅前，而是聚在一起聊天，边聊边无耻的笑。狗日的倭人，跑到我大萧巢来，杀我国人，还吃得这么丰盛，我让你吃，让你吃了拉不出屎来。弹指间，一粒粒药丸射入这10几口大锅中，瞬间融化。这药丸是秦之前不久研制的，秦志给他取名逍遥丸，只要沾上这逍遥丸一点，不到1个时辰就会腹泻不止，直到身体排空后，最后会被活活憋死。秦志给大锅里下药后仍觉不够，又往水缸里弹入几粒逍遥丸，嘿嘿，这下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果然还没到1刻钟，已经有3、3两两的人吃过之后上起了茅房。1刻钟后，已有大片大片的人往茅房跑，甚至茅房不够用，有人直接在草地上解决。盛况不忍直视，秦志起身来到粮仓，将粮食收入空间后，直接倒上火油点燃就跑。倭人见粮仓起火，一起过来救火，可救着救着水缸里的水就见了底。秦志趁乱跑到军械库，同样的一番操作，不一会整个倭国军营就被一片火海掩埋。此时一个首领模样的倭人，裤子还没穿好就从茅房跑了出来，脸色逐渐扭曲。八嘎，还有王法。战萧营帐内，众人看着满地的战利品，一脸疑惑。我们还没收到行动通知，你们怎么回来了？我都没参与，跑过去就跟着跑回来了。深夜，一封唐报连夜发往京城，唐报只一句话：袁州军火烧倭寇营，夺回粮饷20万石。第二天一大早，秦志带着火头兵王武和周虎去了离营地5里的九重山。九重山杂草丛生，植被茂密，加上这方圆100里常年征战，百姓逃亡，这山里鲜少有人踏足。你干啥这么火急火燎的？回将军，秦姑娘要我赶紧找人拿着铁锹上九重山去。你竟然敢带秦姑娘去九重山？王武，你好大的胆子！你不知道那九重山有野兽出没，危险重重吗？战萧命令王武赶紧带路，不一会众人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只见一条瀑布如同9天玄女一样从天而降，瀑布汇入山底黝黑的深潭中，溢出来的水分形成汩汩小溪，流入山底。战萧，这2天让人在这挖条水沟，然后沿路在水沟里埋入水管，一直可以通入军营。还没等战萧询问水管是什么东西，秦志就从空间把水管拿了出来。秦志，你有个百宝袋，对吗？如果是的，你会不会觉得我是怪物？怎么会呢？秦志，我代表20万战家军感谢你，要不是冒着背暴露的风险，我军只怕饿死的不计其数。接下来几天，战六带着人不停挖沟渠，秦志也总喜欢跑过去现场指导一下。水管终于挖到了火头营，秦志拿来水龙头安装好后，教会了众人使用方法，大家都围着水龙头欢呼。战萧，我也出来这么久了，我该回去了，我娘肯定会很担心我的。战萧眼底闪过一丝不舍，不过也没张口挽留，毕竟眼前的小女孩只有6岁。我来的时候，我娘跟我下了个任务的，完成任务才能够回家。我娘有个哥哥，16岁参军，当年他在袁州之战的战场上战死沙场，我娘要我一定去祭拜一下，麻烦战将军帮忙打听一下我舅舅的墓地在何方。我待会问问孙先生，他在军营待的时间最长，应该会知道。对了，你舅舅叫什么名字？沈长洲。我娘说我舅舅长得很高，一双桃花眼。战萧的眼神一致。沈长洲，沈先生就是沈长洲啊，就是你来的第一天救的那个男子。我娘说我舅舅背上有一个树叶状的胎记。战萧赶紧带着秦志来到沈先生的营帐，沈先生仍然躺在病床上，眼睛一眼看到秦志，明显的一亮。
战萧让孙先生检查了一下沈先生的后背，果然是有输液胎记的。秦志眼眶立马红了，豆大的眼泪就不争气的流下来了。舅舅，几天后，秦志驾着马车带着舅舅沈长洲启程。与此同时，老秦家得知秦志不在家后，又开始作妖了。娘，秀英说了，要一套单独的院子，她才肯嫁过来。她不想一嫁过来一大家子人挤在一起。秦雯自从断指后一直在家，还成天发脾气，没事就一直撺掇着刘氏给秦雯说门亲事，只是没想到对方张口就要一套院子。自从上次赌方要债的上门，你要把秦莲推出去还债后，你大哥就不往家里交钱了，我哪有钱去给你买院子？娘，你不是还有个儿媳吗？你把他们一家赶出山脚下的那个院子，把院子给我和秦雯住。刘氏闻言顿时心动，瞥了一眼身旁的秦老汉，却见他什么也不说，坐在旁边敲着他的旱烟袋子。只要不往外掏钱，怎么样都可以。只是秦志他们会乖乖让出新房子吗？没事也惦记着那房子，倒是可以让他们和秦志一家先斗斗，斗赢了自己再从秦雯手上把他夺过来。刘氏打定主意后，就带着秦雯和梅氏一起去了山脚下。梅氏啪啪啪拍着大门，声音简直震耳欲聋，可是拍了好半天都没人开门。娘，那个贱人不会故意不开门吧？他敢！话还没说完，就被刚从山上挖野菜回来秦真打断。你们来我家干什么？明明是秦志挣了银子盖了新房，可这断了亲的奶奶却高兴得要死。当得知小儿子结婚需要婚房后，无耻老太婆便风风火火地往秦志家的新房跑，恨不得立马将房子抢到手。大丫，你娘呢？赶紧喊你娘回来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回家。回什么家？这里就是我家，我们与你们家已经断绝关系了，你赶紧走。你个小贱人，这有你说的话的地方吗？这房子是我们老秦家的地方，赶紧收拾东西滚！你说是谁的地方？众人一回头，沈氏正站在刘氏后面，吓得刘氏一激灵。当然是老秦家的地方，秦雯马上要娶亲了，对方要求要有一套带院子的房子，你们赶快把地方腾出来。沈氏气得立马破口大骂：放你娘的狗屁！我家的房子什么时候变成老秦家了？他秦雯娶媳妇凭什么让我腾房子啊？我是他爹啊还是他妈啊？他要是愿意当我儿子，我倒是可以考虑跟他腾地方。你粗俗！沈氏，你要想好，我是大丫二丫的奶奶，他们不孝敬亲奶奶，我会去这十里八乡的媒婆那里好好宣扬一番，到时候他们俩的亲事可不好说呀。我们已经和秦家断绝关系了，你不要拿你的身份压他们两个。哼，断绝关系我也是他奶，你们不腾出房子，我就去县衙告你们不孝。刘氏死猪不怕开水烫，在这里胡搅蛮缠，沈氏和秦真气得双眼通红。你尽快去告，哪怕我这辈子不嫁人，也不会给你儿子腾房子。秦雯想不到以前唯唯诺诺的母女，如今这么不识相，气得她抄起旁边的木棍就朝秦真用力打去，眼看就要打在秦真的头上。沈氏急忙推开秦真，那重重的一棍就落到她的后脑勺上，沈氏瞬间倒地不起，血流不止。娘，你怎么样了？正在地里干活的秦二柱突然心里一阵揪痛，他隐隐约约听到了哭声。不好，是大丫的声音。秦二柱丢下锄头就往山脚跑去，等他看到倒地不起的沈氏，颤抖着跪地将他抱起，边哭边喊着沈氏的闺名。老三，这沈氏昏死过去了，这下可怎么办？娘，没事的，谁知道是我砸的，又没人看见。秦真止住哭声，薅起地上的木棍就朝秦雯打去，不料被秦雯抓住，反手又朝秦真狠狠打过去。就在这时，一个小石子击中了秦雯的手腕，一辆马车停在众人眼前。秦志推着沈长洲走了过来，伤口很大，鲜血不断外流，需要缝合伤口。秦志瞥了老秦家的人一眼，快速抱着沈氏进了屋，将沈氏带入空间，用仪器做了一系列检查后，这才松了口气。秦志快速给沈氏止血、消毒并清理，然后缝合伤口。处理好一切后，秦志将沈氏带回了他的房间。进来吧，娘只是失血过多，好好休养就没事了。房门被打开，秦真推着沈长洲，秦二柱跟在后面。老秦家的人早已不见了踪影。小志，你放心，等舅舅伤好了，一定找他们算账。舅舅不必为他们脏了你的手，我自己会收拾他们的。旁边的秦二柱眼眶红红的，欲言又止。秦志这才注意到秦二柱满脸的伤痕，微微皱了皱眉头。你的脸又是怎么回事？秦二柱没作声，秦真却忍不住说出来。还能怎么回事？是奶抓的呗。爹找小叔算账，给了他一拳，奶就不依不饶，说爹胳膊肘往外拐，边说还用指甲抓爹的脸，爹就那么站着一声不吭，任凭奶又打又抓。你都不知道奶，他走之前还对爹撂下狠话，要是2天内不把房子腾出来，他就跟爹断绝关系，让爹死了都不能进秦家祖坟。秦志瞥了秦二柱一眼，你在这等着，是要逼我们把房子腾出来交给秦雯吗？怎么可能，我又不傻，
房子是你们自己辛辛苦苦赚钱盖的，凭什么他们要就给？我只是担心你娘。你要是早点有这个觉悟，我们母女三人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秦志说完，找了个斧头往外面走去。秦二柱脸都吓白了，拔腿就朝秦志的方向追过去。村里人看到秦志拿着斧头气势汹汹往老秦家走，都好奇地跟在他后面。秦二呀，你这个小贱人，竟然把大门都劈坏了，赶紧赔20两银子走人！你这是什么进门啊？竟然要我赔20两银子！秦志说完，弯了梅氏一眼，直接走到秦雯的房间，一脚踹开房门。秦雯见秦志手持斧头，立马吓得语无伦次。你要干什么？我是你小叔，你这是以下犯上。秦志一把扯过他的后背，拎着他就朝秦老汉和刘氏老两口的房间走过去，一脚踹开房门就把秦雯丢进去。秦二丫，你这个小贱人，他是你小叔，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天打雷劈，那也是先劈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人！秦志说完，就拿斧头朝刘氏的床砍去，那力道之大，让人瞠目结舌。一刀下去，床就散架了。我打死你这个小畜生！刘氏暴怒，两眼刺红，挥舞着双手朝着秦志脸上抓去。够了，一笔写不出2个秦字，你在这里大吵大闹，还要不要名声了？二丫，你娘的事是你小叔不小心推翻的，养养就好了。你要是不舒服，就从这里捉一只老母鸡回去给它补补，这事就这么算了。老头子，咱们家统共就还剩下5只老母鸡了，你看他配吗？还不赶快滚回去！砍坏了我的床，还得赔我10两银子，天黑之前送过来，要不然我去你家把你那个贱人娘打一顿。死老婆子，你们家鸡就给你自己吃，你但凡说我娘一句，不是我跟你没完！说完，挥着斧头就砍。房间里的衣柜桌子全部都被秦志砍了，秦老汉气得脸都白了，忙喊秦二柱过来拦住他。秦二柱不为所动。反了天了，你这个小贱人！二柱，你没听我的话吗？我要你让他们把房子腾出来，做不到就别回来了，我就当没生过你。让我们给秦雯这个畜生腾房子，你们秦家的脸可真大啊！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钱盖的房子，凭啥让出来？嘿，还你们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你爹把你娘休出去没2天，你们就盖起了房子。什么生意这么赚钱？不就是往床上一躺，2腿一张吗？做那些千人骑万人压的生意。刘氏在那巴拉巴拉不停不休，一把斧头从他脑间削过，重重地插入身后的床架上。刘氏那半头顶的头发刷刷刷齐齐掉下，只见那刘氏脚下出现一滩黄色的液体，手也止不住的颤抖。够了娘，玉兰哪点对不起你？你红口白牙的污人清白。刘氏诧异地看着这个二儿子，从小到大没忤逆过自己一次，这次竟然为了沈玉兰那个贱人对自己大呼小叫。二柱，你这个畜生，竟然胳膊肘往外拐，当初真应该一出生就把你放尿桶里溺死。秦志也没空听刘氏说这些捂耳朵的话，只是定定地看着秦老汉说道：秦老头，我秦志已经和秦家断亲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纵容这些不要脸的东西去我家蹦跶。我跟你们说过不要去我们家找存在感，你以为我在跟你说笑吗？没事之前把我的头砸了，我差点见了阎王，你让我们认下说是我自己摔的。这次秦雯这个畜生拿棍子把我娘的头打了，我娘流了那么多血，生死未卜，你竟然说得轻巧，说是他不小心推倒的，拿只老母鸡就想把我打发走。我告诉你，这一次没这么便宜。秦志说完，转身走向刘氏。还有你这个不要脸的老畜生，你多大的脸把主意打到我家的房子上？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自己的儿子要娶亲要房子没有，逼着断亲的前儿媳交出房子，真恶心！你儿子简直就是个窝囊废，花这么多钱读书，一个功名都考不上，坏毛病但是沾上不少，赌博逛窑子样样都会，天生肚里是个没钱的，把主意都打在侄女头上了。秦志瞟了眼站在房外的秦莲，又道：你可找点线，你这个小叔可是要娶媳妇，兜里没钱，说不定又要打你主意。秦老汉脸色黑得可以滴出水来，举起手来就要给秦志一巴掌，却被刚好赶来的李正拦下。住手！你可真是出息了，把主意都打在前儿媳身上了。这个我也不知情，是老婆子带着孩子胡闹呢。哼，没有你的默认，他们也不敢。你就做吧，以后有你后悔的。李正说完，又训斥了刘氏和秦雯一番。秦志见好就收，然而走的时候还放了句狠话：秦雯要娶媳妇，就让她自己去挣钱盖房，别老打我家房子的主意啊！你们等着，我还要回来讨公道的。秦志回到家中，把自己反锁到房间里。他撕了一块白布，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写了份状纸。状纸言辞凿凿，从他被梅氏砸伤脑袋差点丢命，到秦雯欠赌债拿他抵债，再到刘氏带着秦雯逼他交出房子，秦雯拿出棍子打伤他娘的事一一陈述。明明是去县衙告状，自己却要先挨20大板。只因衙门有个奇怪的规矩，已经断了亲的秦志却还是经常被老秦家欺压打骂，
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告上了衙门。堂下所贵何人？何氏击鼓？为何鸣冤？回禀大人，民女秦志，石头村人土。民女状告祖母刘氏企图侵吞已断亲的前儿媳家产，状告其大儿媳、小儿子蓄意谋杀罪名。秦志，你可知状告直系血亲是要先受下20大板才能接下状纸？民女知道。既如此，雷惹杖刑。秦志被衙役绑在长凳上，板子一下一下的打在他的屁股上，疼得他龇牙咧嘴的，但是他忍着一声都没有吭。很快，秦志受完了这20大板，衙役扶着他回到堂下，并帮他将状纸递给县令。这用鲜血写的状纸还是第一次看见，字字泣血，感人肺腑了。2刻钟后，衙役带着被告3人来到大堂，就连秦老汉和李正都来了。刘氏和梅氏跪在地上，至于秦雯，他一边嘀嘀咕咕地骂着秦志，一边不屑于下跪。他可是读书人。堂下所贵何人？民妇刘氏，民妇梅氏。草民秦雯，大胆刁民，竟敢藐视公堂，还不跪下！梅氏、秦雯，如今石头村秦志击鼓鸣冤，状告你2人蓄意谋杀，你2人可知罪？冤枉！大人，民妇不敢，民妇从未谋杀过人。大人，草民也没有。启禀大人，当初梅氏一度把我打得死过去，当时有很多村民都看见了的。今天请我还把我娘打了一顿，我娘如今生死未卜，大人可派衙役大哥去村里问问。大人，刚刚我们去石头村带被告3人的时候，已经去村里问了一遍，确实如原告所说一样，秦志差点被梅氏打死，而且今天秦雯为了娶媳妇，竟然逼沈氏腾房子，后来就打晕了沈氏。梅氏、秦雯，如今证据确凿，你们2人认不认罪？刘氏何时见过这等阵仗，也不敢开口为另外2人开脱。梅氏吓得直接认罪，秦雯却表示不服。县令直接让手下请来了吉祥赌坊的李管事。草民吉祥赌坊李管事拜见县令大人。李管事，石头村秦志状告秦雯欠赌债，却拿他抵债，可有此事？回大人，确有此事。当日秦雯拿不出钱来还负债，就跟我们说拿他侄女秦志跟我们抵债，但他并没告知我们这孩子已经跟他们一家断亲了。秦雯，你还有何话可说？县令拍响惊堂木，秦雯吓得直接磕头认罪。刘氏、秦志状告你企图侵吞前儿媳家产，你可知罪？民妇冤枉啊！我那前儿媳刚被休出去几天就盖房子，她哪来的钱啊？肯定是她偷我家的钱盖的。既然是我家的钱盖的，那房子就是我的。大胆刁妇，还不说实话！你哪里来的钱让他偷？据我所知，他家盖的房没有50两银子拿不下，你哪来50几两？既然不是在我家偷的，那他就是不守妇德，要不然哪有那么多银子？大胆民妇，没有证据的事竟敢红口白牙的污人清白。县令说完，传了济和堂的王管事来作证。王管事，你认识眼前的这位姑娘吗？草民认识，前几个月在我们济和堂卖过草药，当时我们很缺药材，这位姑娘采了好多，因此对秦姑娘印象很深。你可记得她当时卖了多少银子？具体不记得，大概几10两银子吧。刘氏，你还有何可说的？那是他们辛辛苦苦挣钱盖的房子，你还想侵吞？刘氏吓得赶紧认罪，县令直接宣判刘氏企图侵占前儿媳妇的房产，拘押10天。梅氏、秦雯，你们2人蓄意杀人，好在最终无人员死亡，不过你们性质太恶劣，判3年牢狱。宣判后，被告3人直接被押入大牢中，只有那站在外面的秦老汉一脸阴翳地看着秦志，秦志也不在意，一瘸一拐地往家里走去。沈氏看到秦志受伤的模样，心疼得直掉眼泪。秦志告诉他自己去公堂状告刘氏、梅氏和秦雯的事情，大家听了都觉得解气。那我带您去后院见一个人，您看到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秦志拉着沈氏来到后院，沈氏瞥见窗前坐着一个男子，清瘦但是高挺，与记忆中的那个形象重合。大哥，是你吗？一文，这些年委屈你了，我应该早点回来的。兄妹2人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另一边老秦家，秦老汉一个人坐在大门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他已经托人给秦大海带话了，可在门口等了大半晚也不见秦大海回来。第2天一大早，秦老汉就坐牛车去了镇上的望仙楼找秦大海。秦管事已经不在这里了，前几天已经被东家给辞退了。辞退了？怎么会辞退呢？你快走吧，别被东家看到了，要不然他会让你赔钱的。你儿子走之前还把掌柜的钱偷走了200两，掌柜的要报案，还是东家压下来了，他丢不起那个人。秦老汉吓得赶紧离开望仙楼。我的乖乖，大海胆子也太大了点，敢偷200两，我一辈子都没见过200两，不行，得找到老大，怎么样也得分我100两。秦老汉没见到老大，就想着看看老伴和小儿子。秦雯见了秦老汉很是激动，爹，您快找大哥来救我，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你大哥现在不见了，我去望仙楼找过他，小二说他偷了掌柜的200两银子，被东家辞退了。爹，我知道他在哪里。秦老汉很快顺着秦雯给的地址来到一个胡同小院。秦大海看到自己老爹，明显一愣。爹，您怎么找到这里来了？怎么，你爹来了？
也不能进去坐坐。您多想了，快进来吧，小红，快跟爹倒杯水来。此时，一个16、17岁怀着孕的女子叫了声爹，就进屋倒水去了。秦大海赶紧把秦老汉迎进屋。你小弟让我来找你救他，如今这事只能找你了。你有什么办法把他弄出来吗？爹，您太看得起我了，我一个普通老百姓哪搭得上县太呀？哪里有关系可以把他弄出来？既然如此，你先给我拿100两银子给我。秦老汉把手伸向秦大海，秦大海急了：爹，我哪来的100两银子啊？你偷了望仙楼200两银子，你们掌柜的要报官。你说我要是把你的下落告诉他。秦大海听完后脸色惨白，用手向下压了压，示意他爹不要讲了。进屋取了100两银票塞进秦老汉手里，随后又在秦老汉的要挟下孝敬了50两银子给县令，这才领回了秦文和刘氏。至于没事，秦大海丢了一封休书后就大步离开。秦大海找房东退了房，租了辆牛车，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行人浩浩荡荡的回了石头村。等秦志知道这件事已经是2天后了。我被打了20大板才状告成功，没想到才关了1晚上就被带回来了。这样很好，都回来我才有机会好好会一下这些极品。老秦家，秦二柱也不像以前那样下地了。这些天他心里惦记着沈氏，想着弄点野味给他补补身子。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这天县井里捕获了一只野鸡。他兴奋地提着野鸡就往山下跑，却没有发现他家地里的秦老汉也是一脸开心。老二没有像其他2个儿子一样天天躺家里等饭吃，而是出来打猎改善生活。看来今天晚上有野鸡吃了。这么长时间没沾荤腥了，是该补补了。秦老汉心里惦记着野鸡，就停了锄头，收拾好了就往家里赶。可是回到家里，等待他的不是一锅鸡汤，而是冷锅冷灶。于是不解地问向刘氏：怎么还不做饭？是红烧野鸡还是熬的鸡汤啊？都没香味飘过来。刘氏一愣，像看傻子似的看他：你说什么胡话？哪来的野鸡？我看到老二从山上提了只野鸡下来，他没拿回来吗？他早就回来了呀，我看到他空着手回来呀。说到这里，刘氏突然想明白了过来，骂骂咧咧就往秦志家跑去。同样都是儿子，大儿子好吃懒惰，什么都不干，二儿子却要每天累死累活。秦二柱一气之下丢了锄头，抓了只鸡看望受伤的沈氏，不料被秦老汉发现。二丫，你爹拿了个鸡过来对吗？你把它拿出来给我。为什么要拿出来？你说为什么？你个哒哒哒，跟你娘一样不要脸！我儿子抓的鸡凭什么给你？还不快还给我！是吗？你儿子愿意给谁就是谁的，你有本事让你儿子过来要啊！刘氏正要发作，突然看到沈氏和沈长洲从房间走了出来，当即大骂了起来：好你这个哒哒哒，才离开我家多久，就敢把男的引到房间里？秦志面色一沉，嘴角扯起了冷意：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逮到人就满嘴喷粪。嘿，敢做不敢当的玩意！既然你在外面又勾搭上别的男人，就不要再勾着我家二柱了。他天天的也不下了，只知道往山上跑。那山上有吊金大白虎，你不知道吗？好不容易逮到一只野鸡，他爹娘都没闻到鸡屎味，就巴巴的送到你这个哒哒哒这里。刘氏话音刚落，一粒小石子从他的嘴边划过，当即被打掉了2颗门牙。啊，杀人了！刘氏捂着嘴哇哇大叫起来，秦老汉却是真的吓到了。他亲眼看到眼前的男子只是轻轻跺了下脚，那脚下的石子就如利刀一样向刘氏飞去。那男子脸上的森冷怒意让他不寒而栗。再来找茬就不是嘴巴流血这么简单了。秦老汉和刘氏狼狈逃走，回去的路上心里越想越不得劲。2人一合计，就跑到李正家告状。刘氏一见李正就哀嚎起来，央求李正为他做主。你说话就说话，一来就好给谁看，也不嫌晦气。李正，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沈氏才被我家老二休了，他转眼就又找了个男的回家了。他这不守妇道的贱人，咱们就应该把他沉塘。刘氏说完，又恶狠狠地咒骂起了沈氏。旁边的村民听了，忍不住说起了公道话：我说老太太，沈氏既然被二主休了，与你家也就没有关系了。她找男人在家，管你什么事啊？李正点了点头，看了眼刘氏。女子名声大于天，现在二主既然休了她，那她再嫁也没什么不妥。你怎么能在这里红口白牙的污人清白呢？我可没污蔑她，我亲眼看到她家有男人，跟你有关系吗？旁边的周氏听不下去了，反问了一句。刘氏却一脸不服，可他不该继续哄骗二柱，他让二柱上山打野鸡给他吃，大凉山可是有老虎的呀。他一个弃妇多大的脸继续哄骗二柱啊？秦二柱突然出现，倒是把刘氏吓了一跳。他没有哄骗我，他跟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晴雯那天把他的头打破了，流了那么多的血，我亲眼看到的。你们不闻不问，一点愧疚都没有。我去山上逮只野鸡给他补身体有什么错？你们逼我休他，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去找他麻烦？秦老汉的脸色难看，正要训斥自己儿子，就听见旁边的村民惊呼：快看，沈氏来了呀！他旁边还真有个男的。是啊，他真的又找了个男的啊。
秦二柱脸色发白，有种落寞。沈长洲径直走向周氏，周氏还在奇怪，待看清男子面貌，眼睛一瞪，两行热泪落下。长洲，是长洲啊，你还活着？周氏哽咽，上前拉住沈长洲的手，上下打量着。高了又瘦了。周婶，身体可好？好，都好，太好了。一兰现在也不是孤身一人了，有你这个哥哥做依仗，不会再有那些黑心肝的人欺负他了。原来是沈氏的哥哥啊！以前听说他战死沙场，没想到还活着。是啊，那刘氏刚刚还说沈氏家里有男人呢，原来是他哥哥。听着其他人的议论，秦老汉一阵尴尬，拉着刘氏偷偷溜走了。只有秦二柱心里狂喜，原来那是大舅哥啊！玉兰才不会找别的男人呢。从李正家里回来后，沈氏便和哥哥商量了回去祭祖的事情。于是第二天一早，一行四人就坐着马车来到了沈家村。院外一老妇人见四人从马车上下来，不确定地问道：“是玉兰吗？”沈氏连忙迎上去，见到多年不见的亲人，泪如雨下。当年爹娘去世，是三叔三婶把她接回家，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对她，就连出嫁时的嫁妆也是三婶一手操办的。三婶，我是玉兰，我回来了。三婶，你是长洲？老妇人忙抽出手抚摸着沈长洲的脸颊，随后一脸惊喜：“长洲，你还活着？老天爷呀，太好了！老头子，快出来，快看谁回来了！”长洲，沈家三叔加快步子跑过来，泪如雨下。那年我们收到信称你战死沙场，这些年你咋不给家里写一封信啊？三叔，当时我受伤和队伍失联，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了，直到去年才记起以前的事。三叔，是长洲不孝，让您担心了。好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快跟我回家吃饭去。酒足饭饱之后，沈氏说起了正事。三叔，这次回来除了祭祖，也是接您二老过去的。你们五儿五女住在这山卡卡里，我实在不放心。胡闹，哪有叔叔在侄女家居住的道理？真这样，婆家的唾沫星子都可以淹死你。三叔，我现在是自由身了，没有人会说我，您就跟我一起去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沈氏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三叔，三叔气得去双手都快要捏碎了。三叔三婶心疼沈氏，答应搬过去和沈氏一起住。3日后祭祖完毕，沈长洲兄妹又挨家挨户的拜访族人，给每家都送了礼物，这才带着三叔三婶回石头村。一起回来的还有哑女阿四。原来阿四和沈长洲早就情根互重，这些年一直等着沈长洲。沈长洲也当即决定此生不负眼前之人。阿四姑姑对舅舅如此深情，马上就要成为我的舅妈了，我一定要治好她的哑疾。随后的几天，秦志每次吃饭前就偷偷叫走阿四，给他把脉，并让他喝一碗药。终于有一天喝了药后，阿四吐出了一大块黑皮。秦志兴奋地将阿四拉到沈长洲面前，舅舅给你们一个惊喜，来，舅妈开口说句话。阿四一愣，还是张开了嘴巴。长洲，阿四不可置信地看了一眼秦志，接着又开口把家里人都喊了个遍，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尤其是沈长洲，紧紧抱住阿四，双目含泪。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急急忙忙跑来进来，正是秦大爷家的孙子秦正。婶，二叔他受伤了，你快去看看。沈氏心中一紧，随即又自嘲地笑了下。我现在是媳妇，他受伤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二叔既然受伤了，就找老秦家的人吧，我们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秦正脸色焦急，听闻沈氏的话，心里略有失望。二叔掉进陷阱了，大腿受伤很重，村里的治脚大夫说他腿上的筋断了，要找城里大夫看诊。可二爷爷不但不愿意掏钱，还将二叔一个人扔在门外。我来的时候，二叔就那么一个人在门口坐着。秦正一个大小伙说着说着就哭了。秦志想到秦二柱一个8尺男儿居然被亲人遗弃，心里也十分不得劲。秦正哥，你别哭了，我去看看吧。全家吃白饭，只有一个人在干活。然而这个干活的人却被全家赶出家门，只能拖着受伤的腿坐在自家门前，看着紧闭的大门发呆。秦志看到这个不靠谱的爹如此凄惨，不禁也动了恻隐之心。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关你屁事！你不是断亲了吗？我是跟秦家断亲，又没跟他断亲。你们把他这样丢在外面，会要了他的命的。这和谋杀有什么区别？面对秦志的质问，秦老汉无言以对，于是卖了菠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管他了。你知道治疗他这个腿需要花多撒银子吗？没能力管就遗弃他，你如果不想管，就给他一纸断亲书。刘氏听到让自己儿子和自己断亲，顿时就激动了起来。你放屁！断亲了他怎么给我们养老钱？合着你们把他扔出去，不顾他生喜，又想让他给你们养老，世上哪有那好的事？今天要么你们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他，要么给他写一纸断亲书，不然我不介意再一次击鼓鸣冤，控诉你们的谋杀罪。那次你怎么出来的，你心里清楚。秦志语气冰冷，又带着不容置疑，秦老汉只好妥协。很快秦大海写完了递给秦志，
秦志瞟了一眼就扔给秦大海，加上一句秦二柱不承担两老的任何养老费。事情完结后，沈九州帮忙背起了秦二柱，一行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回到了山脚。秦志立即检查他爹的伤势，并做了个手术把断掉的经络接好。等他出去打了盆水回来后，突然发现气氛有些不对。依然，你想好了吗？他已经将你休了。此刻沈氏内心天人交战，没有说话。沈长洲见状叹了口气，秦二柱，你可要想清楚，一旦入赘，小珍和小坠就不姓秦了，而是跟我们沈家姓。我想好了，我同意入赘，这样很好，就跟秦家没关系了，他们也不敢找借口算计他们姐妹俩了。沈长洲看着秦二柱坚定的眼神点了点头。那行，那下午我就陪你去衙门过明路吧。对于父母的事情，秦志也不好多说什么，正寻思着去山上采点药草，刘谦就领着宋玉娘几人走了进来。宋夫人，你们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秦姑娘，今天特意过来感谢你，那天要是没有你出手帮助，我们家宋玉可能就没了。说完就喊手下将谢礼搬了进来，一箱一箱的礼品看得秦志目瞪口呆。宋夫人，您太客气了，那天我已经收了老夫人一个珍贵的镯子，这次您带来的礼物还是务必带回去吧。秦姑娘，不碍事的。说着指了指身旁的小丫头，这丫头叫宋柔，自从那天吃了你做的一块蛋糕后，一直恋恋不忘，一直缠着我带她来拜访你呢。今天我来还想蹭个糕点吃的。秦志闻言一愣，那当然没有问题啦，你等着，我去做点给你们尝尝。不一会的功夫，秦志就端着一盘羊奶蛋挞走了进来，众人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边吃边夸赞。大家对羊奶蛋挞的评价都很高，尤其是宋玉，最是喜欢吃甜食，一连吃了3个才停下来。秦姐姐，你要是我的姐姐就好了，我每天都有好吃的。宋柔假装白了他一眼，一脸伤心地看着宋玉。怎么，你嫌弃我这个姐姐了？大姐姐，我不嫌弃你，我也喜欢你，你可以保护我。糕点吃完后，几人又聊了会天。宋柔跟秦志那是相见恨晚，什么事都可以聊到一起去。宋夫人见时间差不多了，就起身告辞。秦志将几人送别后，刚要回屋，就看到沈氏领着一个小男孩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小志，二蛋说他刚才砍柴的时候，看到晴雯他新娶的那个媳妇把你姐姐领到官道那里，有2个躲在树丛里的人冲出来把你姐抓走了。什么？秦志一惊，当即问起了小男孩。二大，你告诉姐姐，那2个人是什么样的？还有往哪里跑了？二丫姐，那2个男的，有一个很胖，但是他是光头，还有一个很瘦，比你小叔还瘦，都穿着黑色衣服。他们有一辆很破的马车。对了，那马车外面还画了个圈，里面写了个字，我不认识那个字，好像是2个框。他们朝去镇上的那边走了。秦志闻言，匆匆骑上枣红马，快马加鞭朝去镇上的方向追过去。此刻他心里很慌张，担心姐姐等不到他。不过没一会，他就看见前面竟然有一辆马车停在路边。秦志十分欣喜，可等追上之后，才发现马车旁边站着的是宋柔。此时他正在路边采野花。秦志，你怎么来了？我姐被歹徒抓走了。你们刚才有没有看到其他马车从这里经过？这个时候，刘谦和宋夫人听到声音也出来了。刘谦转头问驾车的小厮：阿来，你刚刚驾车有没有见过别的马车经过？阿来先是摇摇头，然后猛地一拍大腿：我想起来了，在前面那个路口有棵歪脖子树那里，我看到一个光头大胖子往山上跑了，像是在追人，后面有个瘦猴赶着马车追他们。对了，马车上有标字写着旅，我当时还奇怪着呢，那马车不是那飘香院旅妈妈的车吗？秦志听闻此话，哪里还等得了，调转马头就要追过去。秦志，我跟你一起过去，我练过舞。我也去帮忙。不行，你送宋夫人和宋玉先回去，再找衙役过来帮忙。宋柔趁着他们说话的功夫，跃步跳上秦志的马车，两人骑着枣红马朝着那条上山的小路奔去。路上果然有车辙印，两人顺着印记往山上找，很快就发现了上面的旅字标记，外面驾车的果然是个瘦猴。秦志隐约听到了那瘦猴和马车里面的人骂骂咧咧，说什么白忙活一场之类的。姐姐怕是出事了。秦志跳下马，从旁边大树上掰断一根树枝，抄起树枝就向那瘦猴奔去，一棍子将瘦猴抽得跌落在地。马车里的胖子听到动静刚要出来，就被宋柔一鞭子甩在了地上。顺，刚才那女孩去哪里了？胖子看着宋柔厉害的模样，知道自己今天是遇到了硬擦子，想跑又不敢跑，只能支支吾吾的回答：他跑了，我们找不到他了。你还不说实话！宋柔重重的抽了他一鞭子，疼的那胖子差点蹦起来了。他跳下山崖了。他在哪跳的？快带我们去！很快2个歹徒将他们带到秦真坠落的山崖。秦志跪倒在地，朝山下喊着姐姐姐姐，喊声渐渐变成哭腔，再后来就是歇斯底里的哭声。顺，你们为什么要抓他？别打了，是刘秀英，是他说这丫头能卖个好价钱，卖得的钱我们对半分。此时秦志已经止住了哭声，他看了看深不见底的山崖，
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你帮我把他们押到县衙，我要下去找我姐姐，她一定在等着我救她。不行，这万丈深渊你怎么下去找啊？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让你娘怎么活啊？我们要为秦真报仇，不能放过那罪大恶极之人。秦志闻言迅速拿出绳子把2个歹徒绑了起来，他在牵着前面的绳子，宋柔在后面赶着2人往山下走去。路上正好遇到刘谦带着一群衙役急匆匆道：官差大哥，他们害得我姐姐跳下山崖，如今生死不明。他们已经招认是我小叔秦雯的娘子柳秀英指使的，我怀疑我小叔也参与其中，毕竟他娘子跟我们连面都没见过。民女恳请官差大哥将那罪魁祸首一并捉拿归案。官差秉公办案，自是同意。一行人快速去往石头村。此时柳秀英正依偎在秦雯怀里柔情蜜意。相公，等下肥头将那哒哒哒的出了手，会分给我们1半的钱，到时候我们也单独盖个小院子吧。我可不想吃个东西还偷偷摸摸的，我们花的可是我们自个的钱。找个机会把二丫也卖了，那丫头可是牙尖嘴利，几次坏我好事。你今天让他们抓走了大丫，没有留下什么把柄吧？当然没有啊，路上一个人都没有。刚过门的小婶子竟联合人鸭子打起了侄女的主意。秦真反抗之下，最终不幸坠落悬崖。秦志得知后暴怒，又踢了老秦家的大门。你个哒哒哒的，3番2次的弄坏我家的大门，这次你不赔个10两银子，我跟你没完。那马脸女人呢？马脸女人是谁？秦志没回答他的问题，直奔秦雯的房间，又一脚踹向秦雯的房门，揪住柳秀英的衣领就左右开弓的扇她耳光。柳秀英疼得哇哇叫，但又挣脱不开。秦雯反应过来想要拉开秦志，却被秦志一脚踹下床，摔得个鼻青脸肿。跟过来的刘氏见自己的小儿子摔倒在地，赶紧过来扶起他。二丫，你这是干什么？你小婶怎么惹到你了？你在这发什么疯？你很快就知道你最疼的小儿子和他媳妇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秦志说完，拽着柳秀英的衣领就往外拖。柳秀英吃痛，口里骂骂咧咧：“你这个哒哒哒的，竟然敢对你小婶子我动手，你不得好死！”秦志把他拉到秦家大门外，一脚踹到地上。我会不会不得好死我不知道，但你不得好死那我肯定知道。这时，衙役押着那2个鼻青脸肿的歹徒来到秦家门外，门外也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你这个马脸女人，我姐跟你有什么仇？你伙同他们2个把我姐抓走，我姐姐逃跑过程中坠落山崖，如今生死不明，我恨不得杀了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秦志说着，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又狠狠踹了一脚跟出来的秦雯。最可恨的就是你，我姐姐可是你亲侄女，你竟然伙同你那马脸媳妇要卖了她，亏你还是读书人，难怪古话都说仗义美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你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是我媳妇做的。柳秀英根本就不认识我姐。秦志对这种敢做不敢当的男人更是鄙视，又狠狠踢了他一脚，疼得他恨不得跳起来。围观的群众也对着秦家指指点点。你说他家都闹出多少事了，一天天的也不消停。是啊，先是没事插店大肆二丫，后来秦雯前度摘要卖侄女，再是秦雯插店大肆绅士。可不是，这回还打主意到大丫头上了。可怜的孩子现在生死不明，绝对不能放过他们，要不然下次还不知道谁遭殃呢。不行，我们要去跟李正说，把老秦家赶出石头村。众人纷纷附和。刚刚赶到的李正听得脸黑如炭。秦老三，我看你是想被逐出石头村，你看看你们家做的还是人事吗？这李正，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啊，我回去一定好好管教他们。你们还是跟县令大人说吧。衙役说完就要将秦雯和柳秀英带走，秦雯大喊着冤枉，却很快被衙役用一块就不堵住了嘴巴。哎，婶氏你醒醒，二丫，快看你娘晕倒了。糟了，娘肯定知道姐姐出事的事情了。秦志飞奔过去，见他娘躺在地上，脸色惨白。秦志掐了一下他的人中，沈氏悠悠转醒。小志，你姐姐她真的坠崖了吗？秦志虽然不愿承认，但事情已经发生，不能一味的去隐瞒，于是点了点头。沈氏激动之下又晕了过去。将沈氏送回家后，秦志委托宋柔帮忙照顾，自己一个人又来到了秦真坠崖的地方。姐姐，我相信你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秦志从空间拿出无人机，操纵无人机在山底转了一圈，山底地势复杂，没有发现可疑的，反而还差点就撞到石壁上了。无奈之下，只好拿出专业的安全绳，准备亲自下去探索一下。这些树枝有折断的痕迹，看来姐姐掉落时有这些树木的缓冲。秦志赶紧顺着断裂的树枝继续往下滑，果然看到一人趴在一根树干上，只是这根树干此时已经摇摇欲坠。姐，你撑住，我来了。秦志很快来到姐姐的身边，还来不及高兴，就听到树枝断裂的声音，吓得他快速从空间取出一个手铐，将姐姐的手和自己铐在一起，随后取出绳子将秦真捆到自己的背上，拉着绳子一点一点往上爬。这对臂力的要求很高，
秦志爬得越来越吃力，甚至累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智，再这样，我们2个都上不去，你把绳子解开吧。不行，姐，你想想爹娘，我们不能放弃，我慢慢爬，总会爬上去的。秦志咬着牙坚持往上爬，突然感觉绳子往上动了一下，上面就跳下来2个人，转瞬间他的胳膊就一左一右被人架起，随后2脚就踩在了山顶的地上。秦志这才发现救自己的人是沈长洲和战霄。舅舅，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哼，你们2个的胆子真大，一个敢往下跳，一个乌漆嘛黑地平跟绳子就敢下去救人，不知天高地厚。沈长洲虽然语气严厉，但也十分心疼2个外甥女，当即让战霄背起秦志，自己则是背起秦真往山下走去。很快4人便出现在了县衙，看着战霄拿出的令牌，县令头上冷汗直冒。我听说秦姑娘之前状告秦雯谋杀罪名，结果民狱后还收了20大板，秦雯也被判了3年牢狱，怎么后来又被放出来了？官府办案岂可如此儿戏？县令眼睛一转，当即推出自家师爷为自己顶罪，随后判处秦雯和柳秀英流放，2个男歹徒6年牢狱。秦志见结果还算满意，也没有过多计较，带着姐姐回家养伤。这几天宋柔一直在这里陪着2姐妹，给她们讲笑话，说说笑笑的。总算等到宋柔离开，一脸不爽的战霄赶紧凑了过来。我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来看你，你却整天和宋家小姐腻歪在一起。你们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这几天你和舅舅也早出晚归的。我们收到探子密报，大凉山腹地深处淮南王在此凿兵器，探子查探到那里有一处铁矿，前一阵子探子失手被淮南王抓住了。我们这次过来明面上是来给淮南王妃祝寿，暗地里是奉旨营救这名探子。那你们打探出来什么消息吗？那地方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我们的人进不去，差点暴露。行，我知道了，明天我亲自帮你探一探。第2天，秦志就和战霄去了城外一个叫白云山庄的地方。这山庄也太严实了吧，光围墙就有5米多高，且差不多每隔100米都有个侍卫站岗，不管从哪一段进入都容易暴露。突然，秦志注意到有一段围墙下面有一条暗河。你会浮水吗？你也太小看我了。行，机会来了，咱们从那儿见。秦志指了指那段围墙，战霄看后一脸惊喜，跑到围墙边掀开铺上的板子，果然发现一道暗河。2人二话不说依次扎进水里，不一会的功夫就出现在暗流的终点。2人发现此处竟然是一处水牢，几个犯人模样的人被铁链锁着扔到水牢里，个个满身伤痕，衣服上布满了血迹，都是命不久矣的样子。宋将军发现犯人中为首的是宋将军后，战霄心中的怒火升腾。这些都是抗倭的民族英雄了，他淮南王，堂堂大萧朝的亲王，竟然对这些前线的英雄下手。秦志闻言，赶紧从自己头上取下一个小发夹，用尖的那边在锁链的钥匙孔那里转了一圈，很快将这些人的铁链都给打开。我出去打探消息，你守在这里，你没有武功，出去被发现了会很危险。就是因为我没有武功才不能守着啊，一旦被发现，连同这些英雄都完蛋了。放心，我不会打道回跑啊。说完，秦志就快速出了水牢，利用空间的掩护，顺利的躲过了巡逻的侍卫。秦志来到一个仓库，看见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放满大箱子的马车过来，突然间一马车侧翻了，车上掉落了2个箱子，露出了金灿灿的光芒。哈，原来这仓库里都是金元宝啊！既然来了，就不能放过，贼哪有走空路的？秦志拿出药效强劲的迷药，他所站的位置刚好是上风口，他将迷药顺风洒过去，外面的人都应声而倒。金元宝都是我的啦！秦志大手一挥，所有箱子里的金元宝都进了空间，取而代之的是仓库外面的大石头。稍微整理后，就驾着一辆空车来到水牢。快把他们抬上马车，我带他们。庄园里铜墙铁壁，看守严密，就算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女孩却要凭借手中的一颗现代的薄荷糖，从里面救出17位彪形大汉。不许叫，我刚喂给你的是断肠丸，没有我的解药，3日之内必定七窍流血而亡。陛下饶命，我就是附近的一个普通村民，是最近才被骗过来的。嘿嘿，知道我为什么挑你吗？因为我看到你挂在胸口的平安符，一定是你挚爱之人所送。你若帮我们做件事，我就送你和你的爱人离开这里。我叫阿大，恩人若能助我脱离苦海，我将誓死报答恩人。秦志满意的点了点头，指着一旁放满大箱子的马车。你们要将这些东西运往哪里？淮南王命令我们亥时之前必须将这些箱子搬到祁留村。行，你现在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跟我一起送货去祁留村。秦志让战霄和阿大一人一车往外走去，自己则是藏在了箱子中。一路上巡逻的侍卫倒是没有过问。到了白云山庄的大门处，守门的侍卫见2车一起过来就起疑了。你们2车怎么一起走了？本来这车半盏茶的功夫前就要出发的，后来这马不知道发啥疯撂了一蹄子，箱子就翻了。你看这箱子边边上还被刻出了印子呢。守门的侍卫狐疑的看了过来，
见箱子边上果然有摔痕，就放松了警惕。那就快点，别误了王爷的事。2辆车顺利出了山庄，在路上2刻钟才依稀看到了一个村子。奇怪，现在也没过虚实啊，怎么家家户户都没有亮灯？阿大带他们进了一个废旧的院子，里面已经有人在那里等着了。秦志从箱子缝隙放出迷烟，直接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迷晕了，将箱子里的金元宝全部带入空间，这才给战霄和阿大喂了解药。这50两银子给你，你带着家人尽快离开这里吧。淮南王府今天肯定会发现少了人。谢谢恩人。这齐刘村不对劲，我们也得赶紧撤。我和沈将军不适合再待在石头村了，以免暴露你们。在镇上我名下有一套院子，我和沈将军会去那落脚。那这17人我来安顿，我有个地方没人能够找到。也行，我那套院子太打眼了，如果有人强行要搜查就会暴露。2人趁着夜色赶紧将17人送入山脚的院子。秦志带着他们来到后院的厨房，秦志打开了靠墙的一个橱柜，然后抽出一个板子，赫然出现一个通道。等战霄进入后，瞬间惊呆了，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他从未见过的现代化装修的地下室。怎么样，不错吧？这可是我偷偷挖的，就连我娘都不知道。屋内这些装饰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秦志给战霄一一介绍厨房、卫生间里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现代化设施，惊得战霄目瞪口呆。我靠，牛逼！感叹完之后，2人将17人带入地下室，秦志开始一个个检查身体。孙先生也被战霄找来打下手。你醒了？我在哪儿？宋将军，你已经被我们救离淮南王府，这个地方很隐秘，你不用担心他们会找过来。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我的？宋将军不必担心，我是战威将军名下的军医，是战威将军的儿子救了你。宋寻本就是战家军的一员，自是信任战将军的儿子。宋将军，您现在身体还很虚弱，我先去端碗粥给您喝，等你休养好了，想去哪儿都可以。宋将军和家人失去联系超过了12年，此时听到秦志这句话，顿时悲从中来。能去哪呢？当初我被俘，全家皆以为我已阵亡，妻子也为我殉情，只留下嗷嗷待哺的女儿和花甲之年的母亲。秦姑娘能不能帮我去趟信儿胡同，帮我打听有没有姓宋名彻的男子？这是我的亲弟弟，如果我弟弟还在这里，说明女儿和母亲也在这里。第2天天一亮，秦志就去了镇上，然而他根本不知道杏儿胡同在哪里。在街上打听的时候，刚好遇到了宋柔，被宋柔强行拉回家做客，和宋老太太、宋夫人聊了会天后，秦志起身就要告辞。怎么刚来就要走啦？是呀，在这吃过午饭再走也不迟。老太太，今天确实是有事，我答应别人在镇上找个人，那人还等着我回去答复，改天我一定上门讨顿饭吃。既然要找人，我也帮你去找吧，人多力量大。你要找什么人啊？他说让我去杏儿胡同。对了，你知道杏儿胡同在哪儿吗？宋柔还没回答，老太太就笑了。这里就是杏儿胡同啊，我在这里都住了40-50年了，要说熟，谁都没有我对这里熟啊。丫头，你要找谁啊？他让我找一个叫宋澈的。宋澈？他找宋澈干什么？宋老太太皱着眉头问道。宋夫人和宋柔也一脸问号地看着秦志。其实我也不知道。宋老太太吩咐婆子把宋澈叫过来。秦志傻眼了，原来宋玉他爹就是宋澈啊。说你在外面是不是又找狐狸精了？逆子，我们宋家可不兴外头那3妻4妾的，你要敢拈花惹草，看我不打死你！姑奶奶，我哪敢找狐狸精啊？你听谁造的谣啊？宋夫人，不是女的找他，是宋将军找他。丫头，你说谁找他？实不相瞒，我还有个儿子姓宋名寻，不过早年间就战死了，不知这位将军叫什么名字。听到这里，秦志已经确定宋老太太的儿子就是宋将军，于是将白云山庄救下17人的事情说了出来。宋老太太十分激动，天啊，一定是寻儿还活着，丫头带我去看看。母亲，我们不能去，既然淮南王抓走大哥，就一定有所图谋，现在大哥逃出来了，他也一定会满世界找他，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表现异常，会害了大哥暴露的。母亲，我悄悄写封信，让秦姑娘带给大哥，让他放宽心，等时机成熟，我们一家人终会团聚的。是呀，我们要保护好你大哥。彻云，你现在就去写信。老夫人，不用写信，我会告诉他的。宋老太太在这高门大院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什么事情都很通透。对对对，丫头说的对，信若是落入有心人手中，也会给他带来麻烦的。秦志离开宋府后就回了石头村，下午百无聊赖的秦志决定找点事情做，于是带着三叔公来到了山脚下，2个人一个栽一个填土，相互合作种起了土豆。嘿嘿，
这玩意好啊，不需要怎么打理，产量还高，我这也是为咱大萧朝的百姓谋福利了。秦志和三叔公种完土豆就收拾东西往家走，路过老秦家的时候，远远的看见秦二柱和刘氏在门口站着。秦二柱偷偷摸摸的递给刘氏什么东西后，刘氏咧着嘴乐呵呵的捂着荷包回了屋。秦志冷着脸，再看看三叔公，更是脸黑的像墨水。三叔公，您就当今天什么事情都没看到，他爱做就做吧，良言难劝该死鬼，慈悲不渡自绝人。一直看二儿子不顺眼的刘氏，今天居然破天荒的逢人就逮着秦二柱夸，只因这个已经断了亲的二儿子，竟然偷偷将儿媳的金银首饰偷偷拿给了自己。刘氏今天这么早就出来遛弯啊？是啊，看我这个手镯好看吗？是我家二柱送我的。刘氏，你家二柱不是和你断亲了吗？什么？金耳环好看？老弟啊，有眼光！也是我家二柱送我的。刘氏高举戴着手镯的右手，倒腾着小短腿在村里走来走去，这一路可把他显摆坏了。然而这一切都被秦志看在眼里，于是当即回家找到自己娘亲。娘，我爹呢？这个小女儿不是一直不待见自己亲爹吗？今天怎么突然转性了？你爹说他的腿好多了，天天在家坐着不干活太累了，就去地里转转。娘，我上次送您的那只手镯呢？今天突然发现我娘变美了，就是太素了。咱们戴上那只手镯，只怕比那王母娘娘还要美。在梳妆盒里呢，你等下，我去拿。沈氏说完就回卧房取来梳妆盒，等两人打开梳妆盒，那里面空空如也，就连前几天秦志给他买的金耳环都不在。那些首饰都去哪儿了？我昨晚看都还在呢。沈氏急得都快哭了，在这吃不饱的年代，金子是多么难能可贵，竟然被自己弄丢了。娘，您先看看您的银子还在不在？沈氏连忙从床底下掏出一个罐子，打开盖子，里面果然空空如也。是谁这么缺德啊？偷了我所有的家当！沈氏一屁股坐地上，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天热的时候，他和孩子们起早贪黑卖冰粉攒的钱，这钱是他给孩子们留的嫁妆钱。我的首饰盒还有钱罐子都藏得好好的，怎么就遭贼了呢？沈氏气得捶胸顿足，秦志敢将他扶起。娘，您别自责，千防万防架不住家贼难防。如果是外人，不可能进我们家，而我们却不知道。您看那高高的院墙上还插着碎玻璃呢。家贼不可能，你三叔公三叔婆当年在我身上花了不少钱，嫁给你爹前，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一命呜呼，是你三叔公砸锅卖铁给我买药治病，他们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娘，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您的枕边人？沈氏不可置信地看着秦志，你是说你爹？我和三叔公回来的时候看到刘氏来找爹，他走的时候是笑着的，我看到他捂着荷包，而且他袖子里露出了一截蓝色的珠花，就是我送您的那只手镯。沈氏心寒的全身发抖，我看他腿受伤快废了才把他接他过来，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对我。娘，您是怎么打算的？是跟他继续过下去还是？沈氏现在倒是冷静下来了，过肯定是过不下去的，但是又不能影响你们两个孩子的生育。娘，您不用考虑我和姐姐，不管您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您。娘，我也支持您。此时秦真红着眼睛走进来，秦志在心里叹了口气，他知道姐姐对爹的感情很复杂。好，等你就回来了，我会修复，你们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管，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把贵重物品收好。娘，别的我不管，那手镯镶了5颗极品珍珠，是宋老夫人送给我的，价值连城，我不可能便宜刘氏。秦志说完就离开家，朝着老秦家走去。秦真见状也跟在后面。此时刘氏正关着房门，欣赏着秦二柱偷拿出来的首饰和银两。本来只是想在二柱那里红点银子糖之类的，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刘氏正喜滋滋地摸摸这个，再摸摸那个，不料正欣喜之际，房门被秦志一脚踢倒，刘氏被吓得一跳，慌忙把首饰和银子往怀里揣。秦志只看着也不抢，冷笑一声：“你个哒哒哒的笑什么笑？这是我儿子孝敬我的，谁也管不着。你快滚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刘氏恶狠狠地想把秦志赶出去，正好秦老汉也扛着锄头从菜地里刚回来，看到房门倒在地上，4分5裂，眉头就忍不住突突地抽起来。你又来我家闹什么？刘氏，我只问你一遍，这些东西你交不交出来？不交，这是我儿子孝敬我的。哼，好啊，希望你一直这么理直气壮。秦志也不纠结，只留下一句话，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今天怎么这么快就撤了？我还有点意犹未尽呢。秦真过来的时候，正好碰上秦志出来。秦志拉过秦真往回走，不过秦真挣脱了，跑到大门那踹一脚，大门应声而倒。没事没事，不就是一个大门吗？刘氏想到秦二柱交给他的那些钱财，心情就好多了。然而好心情没有持续多久，衙役就带着秦二柱来到秦家，要将他捉拿归案。秦大海听到动静，赶紧从房里跑了出来。还请问各位差爷，家母所犯何事？他们2人偷东西。刘氏一听到这，咋咋呼呼的骂出来：“我呸！那是我儿子孝敬我的。二柱，你快跟他们说，是你孝敬我的，
秦二柱虽然有些心虚，但还是梗着脖子说道：“这是我媳妇的，我媳妇的东西就是我的，我孝敬我能有问题吗？咱们大萧朝一直都是以孝治国，我这样做根本一点错都没有。”爹，你忘了上次你的腿受伤了，他们把你扔出来的事吗？那跟这没关系，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爷奶这么做有他们的道理。秦真见自己亲爹执迷不悟，心里又气又急。他们不是我爷奶，我跟他们已经断绝关系了，而你也跟他们断绝关系了。我没打算跟我爹娘断绝关系，这是不孝的，会遭天打雷劈的。当初断绝关系是二丫要求的，我可没说。秦真对他爹的这些谬论快气吐血了，有些恨铁不成钢，但还是想要抢救一下，可还没张嘴就被秦志伸手拦下了。多说无益，他这浆糊脑袋已经被洗脑了，他想作死就让他自己做吧。衙役们也看不惯老秦家这群人，这才多长时间啊，老秦家就进进出出了多次牢房，这一窝可都是歹族，于是带着两人就要走。二丫，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他们一个是你爹，一个是你奶，你一定要一次又一次把他们往牢里送吗？你怎么不问问他们？一个是我们亲爹，一个是我们亲奶，一定要一次又一次的算计我们吗？再怎么说你也姓秦，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等你长大嫁人了，你就知道娘家的重要性了。靠你娘一个女流之辈能给你们撑什么腰？我早就不姓秦了，你可问问你儿子，你儿子入赘的时候已经在衙门给我们改了姓，现在我姓沈，叫沈志，我姐姐叫沈真，我娘是我最好的靠山，你们家有谁能跟我撑腰？不到打一耙我都要烧香拜佛。还有，这次去衙门告你们的不是我，你们惹上大麻烦了。沈志跟衙役打声招呼，衙役们开始要带两人上公堂。刘氏这次是真的急了，他见识过大牢的恐怖，再也不想进去了。大海，你救救娘，娘不要去监狱了。你在镇上做过事，你认识的人多，你跟他们说说，不要抓我。秦大海此时满脸戾气，他在酒楼犯了事，现在夹着尾巴哪都不敢去，现在自己亲娘却让他抛头露面。然而作为儿子，秦大海不得已跟了上去。明明是前儿媳的耳环手镯，已经断了亲的婆婆偷拿过去拒不归还，然而他却没想到，这个看着不起眼的手镯，竟然是皇帝御赐之物。台下何人？所告何事？还不从实招来？启禀大人，学生宋彻状告石头村刘氏还有秦二柱偷盗御赐之物。御赐之物，居然敢做这种掉脑袋的事。是啊，这俩人看着挺老实的，居然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哎，那个人是石头村的，我认识，上次不就是他儿子卖侄女被告上公堂，当时我们俩还一起去看了的。是他家的啊，这家人怎么这么坏啊？老的偷御赐之物，小的差点杀人，肃静，被告人刘氏，你可有什么事要说的？请大人为老妇人做主，我们根本没有偷御赐之物，只有一些首饰银两，那是我儿子给我的，不是我偷的，你们有事就找我儿子去。秦二柱听他娘的话一愣，娘，不是你要我偷玉兰的首饰和银子的吗？你放屁，我让你拿点银子给我花，我可没让你偷御赐之物。公堂之上不得喧哗。见刘氏被这响声吓得缩了缩脖子，县令继续说道：秦二柱，对于偷盗御赐之物，你可要申辩。秦二柱一辈子只跟土地打过交道，被县令一问吓得浑身一震。回禀大人，小人没有偷御赐之物，小人根本就不认识原告，怎么可能偷盗他的东西？原告宋彻，可有此事？被告人不认识你，如何偷得你的东西？你的御赐之物是何物？启禀大人，日前家中小女在刘府参加我岳母大人的寿宴时，误吞樱桃的核，卡住了气管，危在旦夕。是秦二柱的小女儿紧急救了小女一命，家母为感谢秦，现在应该叫沈姑娘了，就将她最珍藏的御赐手镯赠给了沈姑娘。至于这手镯怎么到刘氏手里的，大人可以好好审问。秦二柱，你是如何偷的这点翠簪的？还不如实招来。我娘说，沈氏是我媳妇，她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娘的，不给她就是不孝。娘还说看到沈氏戴的那只手镯很好看，要我拿了孝敬她，所以我就拿出来给她了。刘氏一听这话顿时急了，你个畜生胡说八道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刘氏，不要扰乱公堂。秦二柱，据我所知，你是入赘到沈家的，按照大萧律令，沈家的钱财你是没有权利处置的，你擅自挪用视为偷窃，且偷窃的乃是御赐之物，按大萧律令判你牢狱20年，受刑20大板。秦二柱傻眼了，他只是把媳妇的东西拿给娘而已，却没想到竟然被判作20年牢，赶忙向沈志求情。哎呀，爹知道错了，爹再也不拿你娘的东西了，你让宋少爷放过我吧。你这种人，愧为人夫，愧为人夫！你的所作所为早就伤了妻儿的心千百次，没有人会再信你了。秦二柱就沈志这里说不通，又转向沈真。不同于以往，
沈真没有露出一丝的心疼，只是冷冷地看着他。秦二柱，你偷遇刺之物是重罪，是对当今圣上的大不敬，没人能救得了你。刘氏教唆其子盗窃沈氏财物，且含遇刺之物，当属同罪。本官判你们2人牢狱20年，杖刑20大板，并且立即退还沈氏的首饰和银子。当家的，快救救我！我不要坐牢。你不是说这是家务事吗？县太爷关我几天就会当我回去的。秦老汉看着县太爷黑着的脸，根本不敢说话。刘氏见秦老汉不理他，又转向秦大海。大海，你救救娘啊！你以前在望仙楼当管事的时候，不是说大家都听你的吗？你找他们帮忙打点一下，放娘出去。你就是秦大海。秦大海还没有说话，刘氏就抢先一步。对的，他是秦大海，我的大儿子。贵人您认识他吗？麻烦看在我儿子的份上饶了我吧。大人，学生还要状告这秦大海偷盗我望仙楼200两银票潜逃。秦大海，原告所告之事是否属实？启禀大人，草民知罪，草民一时糊涂，犯下如此滔天之罪。见秦大海认错态度倒是很好，县令判他立即归还200两银票，牢狱半年，并受刑20大板。秦老汉此时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现在秦家只剩下我一个半截身子已入土的糟老头，再加上秦莲、小红和他刚生下的小月牙，以后这个家老的老，小的小，一屋子的老弱病残幼，可怎么撑得下去呀？造孽呀！沈志没有理会秦老汉的自言自语，想着姐姐好不容易来一趟镇上，当然不能让她空手而归，于是在镇上来了一次大采购。等两人心满意足地抱着大包小包回到家的时候，沈志这才想起今天好像有什么事情忘记做了。糟了，忙了一天忘记给那几位送吃的了。孙先生不会做饭，他们一定饿坏了。秦志带了一大块瘦肉，匆匆忙忙来到地下室。那17个人见到肉，直接口水直泛滥，看得秦志一脸尴尬。大家现在还很虚弱，肠胃不适应吃大荤的。等你们好了，我给你们做大鱼大肉。我做的饭菜可是比大厨还好吃呢。好，我等着。我好了就要吃5个大肘子。我想吃烧鸡。我想吃得一楼的醉蟹。不行了，想想口水都要就出来了。大家哄笑着，气氛轻松。此时其中一个人突然满脸的笑容渐渐消失，眼中也溢出迷雾。我呀，最想念的就是我娘子做的腌笋，用那个最嫩的笋尖腌好了，拿辣椒爆炒，酸酸辣辣的，又开胃又下饭，这么多年都忘不了。大叔，您别难过，您家在哪儿？我偷偷去给他们报信，等以后回家了都可以吃到。您看，我可以拍照回来给你们，想他们了就看看。沈志拿出白天在宋家拍的照片，一旁的宋寻只是瞟了一眼就立马弹坐起来，拿过照片哽咽的全身抽搐。这不是我娘吗？这个少女肯定就是我女儿柔儿，跟她娘长得真像。沈志，你认识他们？沈志只好将宋夫人就是他母亲的事情说了出来。宋寻当即不顾危险就要出去看望母亲和女儿，最后还是沈志答应将宋柔带过来，宋寻才作罢。第二天，沈志就带着宋老太太爱吃的糕点送府，看见宋老太太希冀的眼神，沈志一下子没忍住就红了眼睛。丫头，是不是寻儿出了事？不是，是我看到老夫人的眼神觉得心疼，忍不住想哭。沈志说着拿出了2张照片递给老太太，这是我来之前特意跟她拍的。老夫人，你们先看看，等下我要拿走，放在这里不安全。宋老夫人颤抖着双手捧着照片，老泪纵横。你别难过，很快会名正言顺的回家。宋柔站在宋老太太身后，此时也是泪眼婆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1岁，记忆中从未出现过父亲的身影。沈姑娘，能让我去见见父亲吗？行，我这次来就是接你过去的。宋小姐可以借口和我去山上打猎完暂住我家。沈志说完，将之前的2张照片收回来，又拿出一条金色的项链递给宋老夫人。老夫人迟疑着不肯接受。老夫人，您确定不要？这可是我特意找人定制的哦。沈志狡黠的一笑，他用手轻轻按中间那个吊坠，那盖子就弹开了，里面赫然镶嵌着一张缩小版的宋将军的照片。这是，我要。老夫人，这条金链子您贴身戴着，没事偷偷看看，也不怕外人知道。沈志交代完后，就带着宋柔离开，回到家中，从厨房入口去了地下室。想象中痛哭流涕的画面并未出现。宋寻看着眼前的女孩，呆呆地说不出话来。爷，这些年您受苦了。柔儿，我走之前你不过是1岁的娃娃，转眼已经13岁了，此生还能再见，真好。两人相望，喜笑颜开。另外17个人见两人见面这么喜庆，也笑哈哈的过来，大侄女的叫着。唯有一男子此时神情落寞。沈志见状，悄悄走了过去。张叔叔，我上次跟您提过去找你娘子的事，一直耽误到现在。您告诉您家地址，明天我就启程去。您放心，我会易容悄悄过去，不会暴露他们。真的可以去吗？
抗倭英雄被关了10年，流血不流泪，却在被救后因为想老婆哭得像个孩子。沈志没眼看，当即决定帮他接回爱人，没想到竟在途中悲催的遇到山匪。你俩干嘛的？大哥，我们就过路的，想抄近道去隔壁的青林乡。快走快走，往那边走，别在这逗留了。现在的山匪这么好说话了吗？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打斗声，2个山匪先是一愣，然后迅速朝着打斗的方向飞奔而去。过去看看。沈志把小红枣和马车收进空间，跟上早就跑远的宋柔。等到了呢，就发现宋柔加入山匪的行列，与对方打斗起来。宋柔用的是随身携带的鞭子缠住对方的刺刀，起身飞向对方，一脚踢将对方踢到在地。刺刀居然是倭人，哒哒哒的倭人竟敢在我国疆土嚣张！倭人的血性这一刻在沈志身上觉醒，沈志飞奔过去，手中拿着刚才开路用的拖把棍，照着小日子就是一顿打。原本处于劣势的山匪，有了沈志和宋柔的加入，形势迅速扭转。一大群倭人发现形势不妙，弃刀逃跑。你这小姑娘挺猛啊，打了那么多倭人。那倭人在这里出现多久了？说到这里，光头匪首的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挺久了，有2、3年了吧？这群龟孙子太坏了，附近的村子被他们祸害得不成样子了，不少妇女被他们掳走了，村民的鸡鸭也被他们抢走了，他们还隔3差5过来扫荡。想不到你们这群山匪还挺讲义气啊！我们以前也是劫富济贫，从没伤人性命。沈志笑了笑，没再说话，转身拉着宋柔朝着倭人消失的地方走去。光头匪首顿时急了，那里有倭人驻扎在那边，人特别多，他们占领了那一片的村子，把里面的村民全部杀光了，十分的危险。无妨，我过去看看。等他到达倭寇驻扎的地方，眼前的一切让他血压飙升。一群倭寇饮酒作乐，旁边还有几个村妇哭哭啼啼，明显是附近被掳走的村民。屋子中间坐着一名男子，此时正有人给他侦查。这不是那大汉奸淮南王吗？沈志赶紧拿出空间的录音笔。渡边先生，本王知道阁下来到元州，特意连夜赶来相会，您对这批兵器可还满意？前不久我们可是在这失窃一批兵器，比这还要好。那狗贼把本王的兵器也偷得一干二净。今天本王是怀着诚心来和渡边先生谈合作的，只要渡边先生帮我们拿下战家军，元州城本王会拱手相让。渡边唇勾唇一笑，拿了一份合约出来。淮南王接过，盖起了他的私印。然而他却想不到，这一切都被外面的沈志用相机咔咔咔的拍了下来。哒哒哒的卖国贼，上赶着卖国，这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没多久，渡边淳就带着淮南王走了。沈志直接进去拿了合约，带着宋柔离开。第二天，2人一路打听问到张家村，一听到是找张冲媳妇的，大家都不愿意多嘴，什么也不愿意说。只有一个面容慈祥的老婆婆想说些什么，却很是犹豫。你们问那张家媳妇，要是被他婶子知道了，他可以在我们门口骂一天不重样，所以你们自己去找，没人会告诉你们的。沈志无奈，只得挨家挨户偷偷打探。当他们走到一个红砖房前面时，看见一个老婆子正指着一个妇人骂：“你这个懒货，成天躲在家里，也不知道下地帮忙。我们张家娶了你这么个败家娘们，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我懒不懒跟你有关系吗？我是吃了你家的大米了吗？”老太太没想到这女人敢忤逆她，一屁股坐地上干嚎起来：“作死了！侄媳妇欺负小婶子了，不孝的狗东西，天天在家里躺尸，千人骑万人压得哒哒哒的。”那妇人眸光骤冷，一脚朝老婆子的屁股踹过去。我相公早就和你们这个婶子断亲了，你一天到晚在我这找存在感我都可以忍，但你再敢败坏我名声，我可不惯着你。高氏，你这个哒哒哒的，等我侄子回来了，我让他休了你。老太太眼见没占到什么便宜，骂骂咧咧的走了。妇人瞥眼看见了沈志俩人，你们俩在这站了那么久，这热闹有那么好看吗？您是高莹吗？你怎么会认识我？沈志闻言不再说话，而是拿出一个用手帕包裹着东西递给了高氏。高氏小心打开了手帕，里面赫然出现的就是一个荷包。张冲，他人呢？张夫人，我们来就是受他之托，他让我们一定要将您带走。他说2年前他就准备回来带你们母子离开张家这个是非之地，只是当时发生了意外才拖到现在。他说他现在最想吃的东西就是您腌的小笋子。高氏听他说起腌笋子，当下不再怀疑，急匆匆向屋子里跑去，不一会就抱着一个3岁左右的孩子走了出来。一路上，高氏见夫心切，不停催促，沈志只好把马车赶得飞快。等到了第2天半夜，一行人才回到了山脚的小院。夫君可还好？你夫君我好得很，能吃能喝，莹莹这些年委屈你了。沈志见2人久别重逢，便不再打扰，不过也没闲着，快马加鞭找到了战霄，把照片和录音递给了他。本以为淮南王只是有不臣之心，没想到他是一个妥妥的卖国贼。还有这个，沈志把那份合约也拿出来递给战霄。
这下板上钉钉了，我这就亲自回京城面圣。很快，沈氏也知道了沈志救了17勇土的一举，当即对沈志赞赏有加，甚至表示以后他去给他们做饭。娘，待会我去山上转转，打点野味回来给他们家加餐。带我。行，你可是特意过来上山抓兔子的，那我今天就带你去抓一回兔子，走吧。两人来到山上，沈志教他怎么样通过观察动物粪便追查动物的踪迹。宋柔活学活用，很快找到了一个兔子窝。这兔子啊，可狡猾了，人们常说狡兔三窟，你看那里还有个出口，你去那边守着，别让兔子跑了。等宋柔就位后，沈志拿了一把干草，点着后塞进入口，浓烟瞬间熏得兔子一只只的从另一个出口逃生。很快，宋柔的布袋子就变得鼓鼓囊囊的。嘿嘿嘿，这抓兔子可真容易。走，带你去打野鸡，捉几只野鸡熬鸡汤喝。沈志边走边在路边捡小石子，宋柔正疑惑之际，沈志直接丢出一颗小石子准备示范了一下，却没想到刚好打中了草丛中的一只野鸡。沈志先是一愣，接着直接跑到野鸡面前显摆了起来。看，抓野鸡就考验你的功夫了，不是什么人都能用这个小石子把它砸晕的。这里居然还有一窝野鸡蛋，哪呢？宋柔跑过来，果然看见了一窝浅绿色的野鸡蛋，两人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进宋柔背着的背篓。随后，宋柔学着沈志的样子，竟然也抓到了几只野鸡。小志，真好玩，我想天天上山。宋柔姐，山上可有不少猛将啊，我可不怕。话音刚落，宋柔打了个冷战，她感觉不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盯着。300斤的猛虎，他说亲就亲，可300斤的老妇却吓得他神志不清。呀，小志，那有个老太太一直盯着我们。这不是刘氏嫡亲的妹妹小刘氏吗？小时候去她家还经常背着爹娘掐我来着。她跟着我做什么？你是来拉屎的吧？二丫，你这是逮着啥好东西了？来，把背篓给姨奶奶看看。关你屁事！你这个哒哒哒的，我可是你姨奶奶，说话怎么这么没有教养？难怪你奶一家都被你刻进大牢里，你连你爹都搞进大牢，你这个糟温的不孝女！我不孝的事就不劳烦刘寡妇您操心了，刘寡妇还是多操心自个家里的糟心事吧。我听说你儿子常年流连于无数花丛中，就是没有哪朵花结果，你说这是花的问题，还是你儿子的问题？给兄弟们一个灭掉4只的高音啊！听好了。小刘氏的脸色阴沉，他怒气冲冲地提起巴掌，用力地向沈志甩过去，却被沈志巧妙地闪身躲开。小刘氏由于重心失衡而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哎呦，杀人了！可真是贼喊捉贼啊！你就可劲的叫吧，等你把熊瞎子叫来，我看这荒郊野岭的谁来救你。看着沈志拉着宋柔离开的背影，小刘氏气得把装野菜的篮子都给砸了。不行，不能就这么放过这个小哒哒哒的。小刘氏捡起篮子，扭着屁股一瘸一拐的回家了。长生啊！看来这婆婆又要作妖了。娘，您这是怎么了？被谁欺负您了？还不是你戴家的二丫，无孝的东西！小刘氏气呼呼的将整件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柳长生听了后脸色铁青，当即发誓要为母亲小刘氏报仇。晚上，柳长生就集结了在赌坊认识的小混混，来到了山脚下的沈志家里。刚刚入睡的沈志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于是赶紧叫醒了宋柔。两人一人抄起一根木棍来到了后院。1点、2点、3点、4，一共有8个人。话音刚落，宋柔的鞭子已经甩过去了，院子里顿时传来了杀猪般的叫喊。沈家其他人听到动静也跑出来了。三叔公拿来绳子将挨鞭子的8人一一给绑了起来。柳长生，你3更半夜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干嘛的？嘿，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妇道人家说话？对，我忘了，你被我表兄秦二柱给休了，你们家只有妇道人家。妇道人家也比你这个强盗强。你是哪家的小辣椒啊？我喜欢，改明儿让我娘上门把你领回来给我当个去玩玩。放心，跟了我一定好好疼你的。你这等犊子，既然你这嘴长着不说人话，我就让你以后都说不了话，省得污了其他人的耳朵。宋柔甩鞭子狠狠抽向柳长生，柳长生疼得直接尿了裤子。沈志看着地上冒出的那滩黄水，深觉无语。说为什么到这儿来？是我娘说你打了他，我只是想帮他报仇而已，求求你放了我们吧。什么？不是，你娘她是有病吧？自己摔倒了还怨别人，是她要打我，我躲开了，她才摔倒的。郎，这些人怎么办？这大晚上的，把他们绑树上，明天再说。三叔公把这几个人一一绑在门外的大树上，沈志又上前打了几个特殊的绳结，几人这才进了屋。
而此时的小刘氏正在家里做着春秋大梦。等长生把二丫赚的钱弄到手，我就花2两银子买个小丫头，天天捏肩捶背，再买个年轻貌美的给长生做妾，省得他一天到晚往外跑，跟外面的狐妹子勾搭，把他的钱都哄骗了去。有了钱，这位氏也不用留了，整天哭丧可怜给谁看？小刘氏畅想着儿子他们成事后搜刮来的财富是多么的用之不尽，完全没想到他儿子现在正被绑在外面的大树上，吹着这初冬的寒风。等他伴着美梦睡醒后，终于发现了不对劲，外面已经3更天了，长生竟然还没回来，不会被发现了吧？他匆匆来到儿子房间，一巴掌甩醒了正在熟睡的卫士。睡，你男人都出事了，你还睡得着？怎么不睡死你？你这只不下蛋的母鸡，还不滚起来！出去看看你男人回来了没？养只猪都比你有用。卫士捂着被打的脸颊，哭哭啼啼的起身。吼，就知道哭，也不嫌晦气。你这副勾人的样子给谁看？不安分的狗东西！卫士就这样被逼着只身一人摸黑离开村子，往沈志的山脚小院走去。田间地头静悄悄的，还时不时从远处传来2声狼笑声。突然，卫士脚下绊了一下，整个重重的摔下去。想象中的疼痛没有来，而是落入一个软软的怀抱。这不是村里整天游手好闲、调戏媳妇姑娘的二赖子吗？我这是喝多了做梦吗？居然有美女主动投怀送抱！很快田野间就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而另一边小刘氏见卫士过了那么久还没回来，加上又担心儿子的安危，不得已跑出去敲响了李正家的大门。李正，快开门啊！救命啊！什么事情啊？3更半夜哭哭啼啼的。长生他去了山脚下，一直没有回来，我担心他出事了。山脚，他去二丫家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去找二丫评理去了。小刘氏把今天发生的事情添油加醋的又说了一遍。李正虽然不信，但还是紧喊上儿子，又叫上了村里的年轻后生，浩浩荡荡的朝山脚走去。毫无疑问，大伙在去山脚的必经之路上碰到了赤身裸体纠缠在一起的二赖子和卫士。小刘氏顿时脸色铁青。您听我解释，我是被二赖子强迫的，我反抗了，但是我力气小，我也不想的。哎呦我去！你说是我强迫的，明明我喝醉了倒在田埂上睡觉，你自己扑到我怀里的。我没有扑到你怀里，是天太黑，我没看到有人在这，就被绊倒了，是你强迫我挣脱不开。你敢发誓是我强迫的？你在我身下动情的时候，叫声比怡红院的姑娘都大，娇娇软软的。你这个哒哒哒的，我儿对你那么好，他现在出事了，我让你出门找他，结果你竟然与人苟合，给我儿戴绿帽子，不要脸的东西！行了，先把他们押到祠堂关着，我们先去找长生，这2人稍后再处理。一行人分成2路，一路把这2人押进祠堂，另一路则是跟着李正去山脚小院。梁，是你吗？快来救我！长生，哎呀，狗日的，这是谁把你绑起来的？这么冷的天还把你绑树上，这是想要你的命啊！小刘氏赶忙上前试图解开这些绳子，却是没能成功。别费力气了，这个结只有我能解开，你越弄它越紧。你个哒哒哒的，你怎么能这么对你表叔？你这是犯上啊！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娼妇，等你长大了也只配做那迎来送往的生意。小刘氏话刚说完，就被从天而降的一盆凉水给浇了透心凉。李正，你可要为我们娘俩做主啊！他们沈家太欺负人了。我们欺负人，亏你还说得出口。我家二丫哪得罪你了？还值得你跟你儿子告状说我家二丫骂你打你？你敢对天发誓吗？你再看那树上的几个人，都是你儿子带过来打劫的，这可是私闯民宅啊，这是重罪啊，搞不好都要被判流放的。沈师，那你看这是现在该怎么办？李正书当然要交给官府处理了，我们可不能私设公堂。沈志说完就去大厨房煮了一大锅馄饨，给李正和出来帮忙的汉子一人端了一碗。小刘氏馋得厉害，眼巴巴的看着沈志给其他人都端了一碗，就是没他的份。二丫，我的呢？我可是你嫡亲的姨奶奶啊，你给外人吃都不给姨奶奶吃啊？没有了。怎么会没有？那这里不是还有一碗吗？你这个死丫头睁眼说瞎话啊！你爹娘怎么教育你的？这么没有教养。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这碗我自己不能吃啊！你都派你儿子上我家门打劫了，我还做吃的端你手上喂你吃，我是缺心眼，担心饿死你就没有人找我麻烦了吗？那不是还没打劫成功吗？那我还要感谢你儿子没打劫成功吧？那当然，还不是我儿子心善，手下留情。小刘是你给我闭嘴！天天在家做还不够，还拉着我们这么多人陪着你做，
小刘是讪讪的不再说话。吃完早饭，李正就让众人押着绑着的几人去了衙门。三叔公作为证人也被李正叫了去，一直到快要吃午饭时，三叔公才回来，绘声绘色的给描述了一遍判决结果。你是不知道，那8个小混混平时也是经常小偷小摸，进去过多次，这次被判受刑20大板，牢狱3个月。至于柳长生是主犯，判受刑20大板，牢狱半年。还有那个小刘氏竟然在公堂上大吵大闹了起来，直接被判扰乱公堂秩序，罚了他10大板。说着，三叔公叹了口气，就是有点心疼咱们李正呢。当时隔壁村的李正正好在那里，还笑话李正没管好石头村，让石头村乌烟瘴气的。你没看到咱们李正的脸黑的比那个灶堂里的黑炭还黑。三叔公你放心，过不了多久他们都会羡慕咱李正的。我决定了，要带着咱们7岁奶娃娃吹牛要带领全村致富，一旁的三叔公直接对此嗤之以鼻。沈志见三叔公不相信自己，气呼呼地把他拉进自家田里，随意扯起了一根土豆苗，没想到上面结的土豆个个都有足球大小。一棵苗都结了这么多土豆，那这3亩地得结多少啊？要是早知道这土豆产量这么高，那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把房前屋后的空地都给开垦出来种上土豆啊。三叔公，咱们现在多挖点，顺便给村民送2麻袋土豆，让他们也尝尝，只有他们亲眼所见才会相信这是高产的庄稼。照这样下去，若种了土豆，谁家还会饿肚子啊？对，明天我也回一趟沈家村，让你大爷爷一家明年开春一定要多种点土豆，以后他们家也不用1天2顿的生着吃了。沈志和三叔公又挖了一会儿土豆，之后就直接来到李正家。李正爷爷，是二丫，今天有什么事找爷爷啊？沈志递了一包糖果给李正，这是给小憨豆买的。李正爷爷，我过来想跟您说，上次您种在屋后的土豆可以收了，我想和您一起看看收成。跟爷爷一起去看看。李正说着就从里屋拿了一个筐和一把锄头，带着沈志去了他家屋后。沈志蹲下身子，随手拔起一根土豆苗，上面都结了大大小小10几个土豆。沈志从泥土里抠出几个，是这个疙瘩可以吃吗？李正爷爷，这些当初从外藩商人那里买的时候，他说产量很高，亩产量5000斤到6000斤左右，有的土质好的地方甚至达到8000斤。咱们明年可以多种点，以后就不用担心饿肚子了。5000斤这么多，李正心里一阵激动。要知道，一般的粮食都是亩产量100-200斤，这个土豆产量竟然这么高。是啊，李正爷爷，我今天来是还有一事请您帮忙，我想把我家附近的那一片荒地都买下来，等来年种土豆和红薯。对了，李正爷爷，明年你也种点红薯，红薯的亩产量和土豆差不多，可以做主食，顶饱，关键是好吃。行，待会我去衙门给你办好地契，下午我找族老们过来商量商量，明年让村里人都种上土豆。对了，这种子好买吗？李正现在满心都是村里人不用饿肚子，激动的心都到嗓子眼了。这个您不用担心，到时候登记好每家种多少地，种子我可以便宜卖。我现在就去县衙，你等着我好消息。李正说完就急急忙忙驾着自家牛车出去了，刚好带着小憨豆遛弯的周氏回来了。周氏拉着秦志讲起了老秦家的八卦。老秦家的小红带着孩子跑了，你爷在门口骂着呢。小红也是个可怜人，怀着孩子干活，结果坐月子的时候还在干，你看她都瘦成啥样了。老秦家真不是东西。是啊，听说孩子没奶水喝，小红跟我爷要一把碎米熬米汤给孩子喝都要不到，孩子饿得哭都哭不出来。还有这事，你爷这是可干的不地道。他们家就做吧，好好的家都做散了。老秦家就剩下秦莲了，那孩子也不是个安分的，我看到过几次他和那货郎眉来眼去，就为了让货郎送他一根实心的头绳，眼皮子浅的连女子名声都不顾。两人聊了好一会，李正带着红气回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德高望重的族老。李正满面红光，现场拔了土豆苗给他们看了结果的情况，几个族老看的是目瞪口呆，缓了一会后都激动不已。小子，明年我们都种，我们待会去祠堂把村民们召集起来，看有谁愿意种。我记得咱们村南边那有一大片荒的，你刚刚说这土豆不挑地，咱看看谁愿意买荒地种土豆，至少不担心明年饿肚子了。很快李正就将村民聚到了一起，大家听到亩产量有5000斤到6000斤，人群直接沸腾了。小志，我要预定3亩地的种子。我也要，给我预定10亩地的。有一个人开头，后面就有不少人也表示要种。这中间，狗大娘和王寡妇都和沈志有过节，他们不相信沈志会那么好心教他们种高产的庄稼，还低价提供种子给他们。你们可不要被这丫头骗了，一个小丫头片子懂什么种田的事情，她就是骗你们这些傻子买她的种子，小心这些假种子让你们颗粒无收。是啊，咱们村多少老庄稼汉啊，还
还需要他个小丫头片子叫，传出去平白惹笑话。种不种都凭自愿，谁愿意种就种，不相信也可以先在房前屋后种几棵试试，不愿意也没关系，我肯定不会强求。我愿意相信二丫。二丫原本可以偷偷种，但是她却选择号召大家一起种。她是乐过肚子的人，是真心希望大家都能填饱肚子。人家这么大义，有人还质疑她的用心。大家想想，之前她无偿教我们制冰粉，卖的钱都用来修足学，现在我们的孩子在村子里就能上学了。反正我相信二丫。啊，对，我也相信，我也相信。李正现场统计了有78家明年愿意种土豆，其中有15家都表示要买荒地。沈志都在心中暗暗佩服他们的魄力，剩下的23家表示观望。沈志也没强求，和大家说了土豆的吃法和储存方法后就回了家。此时很久未见的大叔公一家正在家里做客，只是气氛有一丝不同寻常。这是怎么了？没什么。双眼通红的表姐沈碧回了一句就不再说话，沈志只好问向大舅母：舅母，家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表姐好像哭过了的。都怪我啊，昨天是我要你表姐陪我上街的，哪巧在布庄买布料的时候碰到了那布庄的东家王员外，那王员外一眼就瞧上了你沈碧姐，要讨她回去住妾，我们自是不从。那王员外就警告我们3天内不把沈碧送到他的员外府，他会找人对付你沈亲哥。可怜我家碧儿到下个月才14岁呀，那个王员外都50多了。舅母，这事你别操心了，我有办法，你放心。说完，沈志就去了地下室，找到了正在陪着宋将军下棋的宋柔。宋柔姐，你陪我去一趟镇上，我有要事找你二叔帮忙。我二叔能帮你什么忙？你二叔认识如意布庄的王员外吗？王员外？那我不清楚啊，发生什么事了吗？沈志快速将表姐的事情跟宋柔说了一遍，此时旁边的17位英雄直接拍案而起。那个王员外怎么这么不要脸？几十岁的人了还为老不尊，呸！就是，怎么会有这种人？等夜深了，我偷偷跑出去把他打一顿，他就老实了，让他以后再敢胡作非为试试。沈姑娘，这事交给我，你把你的马儿借我用用，你在家等消息就行。沈志一愣，他对说话的青年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你来做。哎，我还算有点人脉。沈志带着诸葛令出了地下室，诸葛令骑上马，快马加鞭去了镇上一间茶楼，直接进了内院的一间密室，立马有一黑衣人紧随其后进入密室。1个时辰之内，我要如意布庄的东家王员外，他名下所有的产业不复存在，还有打断他的3条腿。黑衣人一愣，迅速起身离开，山脚下屋子内。此时沈碧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就连母亲孙氏进来的时候他也没有反应。碧儿，吃点东西吧。娘，要不我嫁吧，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哥因为我出事。你胡说什么呀？这等小人我怎么会怕他？你哥哥说的对，男子汉大丈夫能挑起担子，不需要牺牲你的幸福。你是娘的心肝宝贝，娘不会让你跳那火坑的。沈碧还要说些什么，屋内就响起了脚步声。此时诸葛令看着窗前坐着的女子愣愣出神，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子，哪怕我不近女色的我此刻也是心头小鹿乱撞。明明是3元及第圣上钦点的状元郎，此刻却面对一个农村女孩说不出话来，只因他看到女孩的第一眼就怦然心动。沈姑娘，沈姑娘，这是咋了啦？着急忙慌的。沈姑娘，快点，明天一大早我要去提亲，快点，您给我说说要准备哪些东西。你出去一趟遇到哪家姑娘了呀？这马上就要天黑了，明天哪来得及啊？对呀，是哪家姑娘这么有福气啊？诸葛令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扭捏了半天。这姑娘你认识，就是你侄女沈碧。沈氏被雷的半天没回过神来。好，你和碧儿都是好孩子，只是你这孩子也开心极了。成亲是一辈子的大事，这都大下午了，什么都没准备好，明天拿什么提亲啊？您先带他去镇上找媒婆，我和宋柔趁着天还没黑上山去抓2只大雁，剩下的都交给我，保证准备的明明白白的。沈志说完，将诸葛令带到沈碧的房间。沈清看着眼前的男人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妹妹，顿时有些不爽。那个，他是哪位？我叫诸葛令，今年19，来找沈碧姑娘。诸葛令，你可是举州人土？见诸葛令点头，沈清兴奋地直接跳了起来。你就是史上最年轻的状元郎！天啊，我竟然见到了自己仰慕多年的神童啊！那个沈姑娘，我来是想告诉你，王员外的事我已经解决了，还望你不要再担心。你说的是真的？比珍珠还真，不信你可以去镇上打听打听，他家的布庄、粮店、酒楼全部都关门了。谢谢你，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放心，我有我的人脉，他们还动不了我。诸葛令说完，在一旁傻笑。沈志见诸葛令还不步入正题，于是直接来了波助攻。表姐，诸葛状元说明日找媒人上门提亲，求娶你过门呢。小智，你是过来寻我开心的吗？王员外欺负我，你也欺负我。沈碧说着哇哇大哭起来，谁都劝不住。诸葛令立马急了，
小智说的都是真的，我是真心喜欢你。自从看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我此生非你不娶，这是我娘过世前留给我的，让我以后送给自己喜欢的姑娘。我娘还告诫我们家不兴3妻4妾那一套，一辈子只能娶一个妻。我以后只认定你一个人，你去哪我就跟着你。诸葛令从怀中掏出首饰盒，将它放进沈弼手里。沈弼一时满脸通红，拿着首饰盒躲到孙氏身后。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你觉得我明天提亲，等你几几后成亲怎么样？我听我娘的。众人一听这话，哪里还不知道沈弼的意思，哈哈的笑了起来。孙氏心里更是乐得找不着北，沈志则是带着宋柔上了山，一路上看到什么就打什么，来者不拒。小智，早上你不在家的时候，已经有京里的公公过来传了密旨，淮南王和他的党羽已经被秘密关押了。现在我爹他们已经没有危险了，皇上今日会有旨意再过来恢复他们的官衔并论功行赏。我爹的意思是等皇上的旨意下来了，再名正言顺的回家。你爹说的对，不过他们在地下室待了这么久也憋屈了，咱们家后院还有不少空房，咱们待会回去收拾收拾，让他们搬上来住吧，让他们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小智，你真好，我爹他们要不是遇到你，也许连命都没有了。宋柔姐，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嘛？他们可是大英雄啊，我能救他们，你都不知道我有多自豪呢。你要是真想感谢我，以后回府后多给我准备一点那个茯苓糕，上次你祖母让我带回来给三叔婆的，我偷吃了1块，可真是好吃啊，到现在都回味无穷呢。沈志说着就感觉自己的口水真的要掉下来了。宋柔立马会心一笑，呀，咱们再去摘点柿子，上次摘的三叔婆可喜欢吃了。两人又往山里走了走，此时不远处传来了呼哧呼哧的声音。沈志悄悄扒开一旁的冠幕一看，竟然有一群野猪此时正躺在空地上休息。发财了！沈志快速地拿出麻醉枪，将野猪一一打中昏迷过去，随后拿出绳子将野猪4条腿都绑起来了。宋柔姐，你赶快回去，把地下室里的人都叫过来，让他们帮忙把野猪扛回去。1、2、3、4，完了，他们17个人，这有17头猪，我们去喊他们来搬，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骂他们是猪啊？沈志扑哧一笑，摆摆手示意他快回去搬救兵。不过小半个时辰，地下室里的那些人风风火火就赶过来了。哇，这么多野猪！刚才柔儿说的时候，我还认为他夸张了呢。来，兄弟们，咱们一人扛1头回去。沈氏看着一人抬着1头野猪，愣愣出神。这野猪少说也有个300-400斤1头吧？沈氏眉开眼笑，当即拍板拿出2头给诸葛令明天提亲用。第二天一早，17人全部出动，有的抬箱子，有的扛野猪，有的抱大雁，还有的挑担子，大家都乐呵呵的，就像自己要娶媳妇一样。沈志则是用小推车推着1头野猪往李正家赶去。小志，你推着野猪干啥去啊？吴婶子，这不昨天抓了几头野猪，我寻思着给李正送1头过去，感谢他这段时间对我们家的照顾。众人闻言倒吸一口冷气，纷纷羡慕起了李正，同时更羡慕沈志。这大梁山有吊精大白虎，这些年有谁敢不要命金沙？只有这2鸭胆子大，今后才要赚钱盖房，还一次一次的打野猪。是啊，上次给村民们一家送了2斤肉，那野猪肉可香了。这次竟然给李正送整整1头野猪，这沈家真大方。有人羡慕就有人恨。此时狗蛋娘撇撇嘴，一脸的嫉妒。好，无事献殷勤，肯定是有事求李正办啊！对，你们不知道吧？他们家住了好多男人。昨天快天黑的时候，我看到好多男人从山上把野猪扛进他们家。狗蛋娘表现出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是吗？我说呢，他们孤儿寡母的为什么偏偏选在山脚建房子？感情是养了一群野男人，这荒郊野岭的正适合他们办事。啧。一旁的张婶子看着2人这欠揍的样子，实在难受，忍不住说了2句：你们俩不要随便污别人的名声，没影的事被你们传得人尽皆知。那沈氏嫁到咱们村多少年，人品大家都看在眼里。还有大丫、2丫才多大啊？你们也是女人，怎么能这样议论他们？哼！我说张大姐，我可不是胡说，他们家确实有10几个男人，我亲眼看见的。不信你可以去他家看看，你可不要被他们骗了。这越是老实的女人，背地里说不定越是风骚。哎，我的牙！王寡妇再满嘴喷粪，掉的可不止区2颗牙齿了。疙瘩大大的，居然敢对我动手！我就是看到你家有10几个野男人了，他们都不怕做淫人妻女的事，还怕被别人说吗？啊，你说你看到什么了？淫人妻女？你在哪看到的？我看到他们往你家扛野猪，肯定是讨好你们，好让你们母女委身于他们。话音刚落，王寡妇又重重的挨了2巴掌。这一巴掌是打你信口开河侮辱我们母女，另一巴掌是打你贼喊捉贼。你以为昨天你去山脚干嘛没人知道吗？你不就是和狗蛋他爹去小树林卿卿我我了吗？自己做那我戳的事还来诬陷别人，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什么？好你个王寡妇，
竟敢勾搭我男人！说着，刚才还跟王寡妇在同一战线上的狗蛋娘，便愤怒地朝着王寡妇冲去。明明是自己品行不端，行了苟且之事，却贼喊捉贼，污蔑他人。沈志面对王寡妇对自己家人的侮辱，直接暴怒，将他在后山幽会狗蛋爹的事情说了出来。什么？王寡妇，你跟我男人勾搭在一起，难怪他昨天回来一身的泥土，我打死你这个哒哒哒的！狗蛋娘，那个死丫头骗你的，你别冲动。我可没骗你，我昨天打野猪的时候就看见他俩在小树林里鬼鬼祟祟，那王寡妇还撺掇着狗蛋爹休了你把他娶过来呢。狗蛋爹真是好福气啊，左拥右抱，坐享其人之乐。王寡妇，你个克夫的东西，竟敢让我男人休了我！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狗蛋娘一屁股坐在王寡妇的肚子上，左右开弓的扇他巴掌。住手！看你们成什么样子了！此时里正带着一群官差过来了。沈志见这些官差还簇拥着一个白发公公，就连县太爷宋世杰也在其中。两个打架的女人忙站起来躲到人群中。二丫，这是宫里皇上身边的曹公公过来宣旨的，你快领曹公公去你家。见过公公。可是沈志姑娘，皇上对姑娘可是赞誉有加，特派咱家过来封赏。沈志恭敬说是，跪下接旨，围观的村民也虔诚的跪下。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赞宋巡等17位英雄护国有功，赏黄金100两，并恢复官职，1个月后任职。赞沈志大义救下17名国家英雄，立下大功，特封为将军，封号为义，赏黄金100两，成交100亩庄子1个。沈志心中狂喜，湘军不湘军无所谓，黄金和庄子才是最爱。没想到沈志家的男人们竟然是国家英雄。这下可有好戏看了！污蔑国家英雄，淫人妻女，狗蛋娘和王寡妇这回惨了。王寡妇和狗蛋娘此时吓得脸色煞白，曹公公则是脸色铁青。大胆刁妇，竟敢妄议国家英雄！来人啊，拔了那长舌妇的舌头！立马有2个侍卫走出来拖走了王寡妇和狗蛋娘。王寡妇和狗蛋娘不停求饶，没人回应他们。咱家恭喜义湘军，听闻义湘军手艺极好，做的美食不胜枚举，不知能否厚着脸皮在这叨扰几日，望湘军不要嫌弃。沈志一愣，曹公公愿意吃民女做的食物，是民女的荣幸。曹公公可有什么忌口的？没有忌口，酸甜苦辣，只要是好吃的，咱家都爱。那行，这几天民女就把拿手菜给曹公公都做一遍。沈志将曹公公领回家后，曹公公又当众宣读了一遍圣旨，众人纷纷激动，一一向沈志道谢告别。唯有陆姓兄弟家中已无亲人，决定留了下来。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张冲夫妇。这天已经和宋将军归家多天的宋柔又出现在了沈家。小志，杨府明天有赏梅宴，你想不想去啊？我昨天已经收到了一个请帖，是给义湘军的，我估计他都不知道我是义湘军。不瞒你说，我不愿意凑那热闹，我总觉得这赏梅宴上会出点什么幺蛾子。宋柔挽着他的胳膊撒娇道：你就去嘛，去给我壮壮胆，这杨府是我外家的一个近亲，我是没办法逃脱的。行，就是龙潭虎穴，我明天也陪你走一趟。果然不出沈志所料，第二天沈志赴约，就发现丫鬟端着糕点，一直偷偷盯着他和宋柔。沈志赶忙悄悄地把宋柔拉倒一边。宋姐姐，等会那糕点尽量别吃，一旦吃了这糕点，再吸入一口梅花香，回去你就得吐半个月。宋柔听了脸色一变，瞬间连赏梅都没有兴致了。沈志一笑，递给他一粒药丸，解百毒的，什么都不用怕了。宋柔毫不犹豫将药丸塞进嘴里吞了下去。走，我跟你拍几张美美的照片，不要辜负了这么美的梅花。沈志取出一个拍立得相机，两人立刻梅树下玩得不亦乐乎，欢声笑语很快就吸引了不少赏梅的少女过来围观。你们在做什么呀？我都没见过这个。我在给宋姐姐拍照，这是在袁州的时候跟外贩商人买的照相机，拍出的照片比画画逼真，跟真人一模一样。还有这种东西。少女凑过来看了一眼沈志的相片，顿时惊为天人。我真跟真人一模一样，真好。要是用它给我父母拍一张照片，等来年远嫁思念家人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看了。是啊，我大哥5年前就从军了，那个时候要是有这个照相机，能留下一张他的照片就好了。我也2年没见到我爹了，他去外面行商，常常一走都是3、4年。小妹妹，要我爹回来，我能找你帮我爹也拍一张这种照片吗？以后我想他的时候也能看看。没问题，我正打算年后去镇上开一间铺子，专门给人拍照，到时候还希望各位姐姐们去捧场呢。众人一听，纷纷表示一定去捧场。此时又一群女客走了过来，领头的女子轻蔑地瞟了眼沈志。哟，这没热闹啊！柔妹妹，不是姐姐说你来的时候不该带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乡下女子过来，省得落了你的面子。你看看她，竟然在我这赏梅宴上做起了生意。赏梅本是大雅之事，她只怕是看到来的都是贵客，
借机在这行商贾之事。宋柔蹙眉，小生和沈志介绍来人。当得知眼前的人就是这场宴会的主人，沈志的脸立马冷了下来。雅小姐，您是主，我是客，我这个小农女倒是第一次见到如此主人做派，实在是大开眼界。你算哪门子客？不请自来的东西，恐怕是巴巴的裘志柔儿带你过来开眼界的吧？来人，把这个乡下女人扔出去！沈志气得快要炸了，当即将请帖拿了出来。杨小姐口口声声说我不请自来，既然你不认识我，为什么还要给我送请帖呢？不可能，我怎么会给你这个农女下帖子呢？杨真真说着就一把夺过沈志手里的请帖，翻开一看，立马脸色大变。你就是义乡君？不可能，皇上亲封的义乡君怎么会是个乡下女人呢？不相信，那宣旨的曹公公还在我家住着呢，要不要亲自去确认一下？杨真真吓得一下子跪倒在地上，结结巴巴的道歉：“对不起，义乡君，我不知道是您，要不然也不会对您如此无礼。”哼，对我如此无礼倒是小事，只是我有一事不明，你为什么要在摆在树下的点心里下毒呢？谋害宋将军的女儿和我这个皇上亲封的义乡君，你的胆子可不是一般的大啊！他是怎么知道里面有毒的？好在只有那一盘有，而且已经被撤下了。义乡君说笑了，这些糕点怎么会有毒呢？这么多姐妹都吃了的，都没事，不信可以请外面的大夫进来验毒。就是那张桌子上的糕点，在我们之前有另一位穿黄色袄裙的女子也吃过一块糕点，我们走后，你的丫鬟就撤走了那一盘。这糕点单独验毒是什么都不会验出来的，但是吃了之后再闻梅花的香味，不出1日就会呕吐不止。更可怕的是，如果请大夫过来诊脉，就会诊出浮脉。浮脉，那不是有喜了吗？天啦，他说的穿黄色袄裙的不就是你吗？君君，你刚才可吃了那桌上的糕点？旁边的周君君脸色惨白，胡乱点头。怎么办？我也不知道那糕点有毒啊，我只吃了一